这个女人为了救自己青梅竹马的未婚夫，不顾一切冲进了大火中，一起飞了出来，自己却因此被烧成了火花弹。而她的未婚夫不仅不感恩，还与她撕毁婚约，另娶他人。就在渣男给新欢下赐米的路上，他拦在车前，再一次尝试挽回，却不知被谁推到了河里。最终，他带着失望和不甘饮恨西北。与此同时，身处在玄门世界的云西西正在闭关修炼一门高深的法术。就在他即将突破瓶颈，达到一个全新境界的关键时刻，一股奇异的力量突然从天而降。在一阵剧烈的震动后，他睁开眼时，周围是陌生的环境。他的身体不再是他熟悉的那个，而是一个与他同名同姓的女子的身体。他能感受到这个身体的虚弱和伤痛，还有那些陌生的记忆开始涌入他的脑海。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冷笑：“你果然会水性，还装模作样投河寻死，真当本宫会受你愚弄吗？”云西西抬起头，只见一身吉服的英俊男子正骑着骏马高高在上的俯视着自己，而他身上隐隐有一条嫣红泛黑的因果线，如烟如雾般纠缠着延伸，另一端正缠在自己身上。我这是穿越了。云西西，我最后跟你说一遍，我绝不会娶你这种阴险恶毒的女人，你若再纠缠不清，就别怪我不客气。他目光冷了下来，朝着萧子睿讽刺一笑：“太子殿下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从现在开始，你爱娶谁就娶谁。本姑娘对狗渣男不感兴趣，这渣男被黑色的气运之光笼罩，很快就要倒大霉了，我离他越远越好。”以死相逼不成？你又来搞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真当本宫会被你耍得团团转吗？云西西冷笑着从怀里掏出一份婚书：“你果然又要拿婚书要挟，简直是恬不知耻。”他说到一半，突然瞪大了眼，只见云西西轻蔑地瞟了他一眼，掌心凭空升腾出一股火焰，把婚书烧成了灰烬。这婚书我不稀罕了，我已不再是从前的云西西，今日亲手毁了这婚书，就是请大家做个见证，我云西西跟萧子睿再无瓜葛，今后就算嫁猫嫁狗也不会嫁给他，也请太子莫要再与我纠缠。在一片惊讶的目光下，云西西拍了拍湿乎乎的衣裳，转身就走。站住！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过本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我今日无论如何都会跟柔儿定下婚约，绝容不得你再从中作梗。来人！云西西当街辱骂皇室，还不把他给我拿下！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这狗渣男是有什么大病吧？太子府的侍卫立刻冲上前，扭住了云西西的胳膊：“你别太过分，你我婚书已经不作数了，你还想怎么样？这半年你百般纠缠，不就为了当太子妃？刚刚还以死相逼，现在又突然说这种话，你以为能骗得过谁？”云西西面色凝重，原主对萧子睿的背叛感到绝望，本想公开断绝关系，却被暗算致死，这不是自尽，而是谋杀。云西西决心揭露真相，为原主复仇，同时在这个新世界站稳脚跟。怎么心虚了？待本宫与柔儿定下婚书，再来与你一笔一笔清算旧账。押走！萧子睿，你少自恋了，你这种恩将仇报、始乱终弃的男人谁稀罕？我宁愿嫁给一条狗，也不会再对你起半点心思。这种激将法不会对我有半点效果，倒是你，最好记住自己现在的话，别回过头又纠缠不清，用那些龌龊手段逼我娶你。云西西简直无语，现在到底是谁在纠缠不清？这男人的脑子绝对是有问题。此时，一辆华贵马车驶来，紫气环绕却夹杂黑光，显示车内人身份尊贵，却厄运缠身。云西西掐指一算，心生一计，冲至官道中央。镇远候府云西西，求见摄政王殿下。云西西，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竟然连皇叔的车驾也敢冲撞，还不快退开！我找摄政王聊天关你屁事，你是我什么人啊？你竟敢如此！小女子有要事相商，还望摄政王一见。片刻，车里传出一个极有磁性的声音，威严中透着漫不经心，还带着几分疲惫的沙哑。赶走！云西西一挑眉，传闻摄政王萧长行文韬武略，才气纵横，却在几年前遇刺受了重伤后，双腿无法行走，双目失明，逐渐变成了个性情古怪、不近人情的煞神，果真不假。初一、15、有时。皇叔息怒，这女人为了向我逼婚，不择手段，居然来惊扰皇叔，我这就把她押走问罪。堂堂太子殿下连人话都听不懂吗？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对你根本没兴趣，麻烦太子殿下赶紧把那个苏什么柔娶进门，可别再纠缠本姑娘了。
皇叔莫听他胡搅蛮缠，这女人刚刚还以死相挟要我娶她，她现在定是又在谋划什么诡计。摄政王殿下，到底见还是不见？你给个话行不行？我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您不见我就去找别人啦。放肆！我看你是疯了，竟敢对皇叔如此无礼。要问罪也是摄政王的事，用得着你越俎代庖？你不赶紧去相府提亲？一个劲围着我转，到底是何居心？你不会还对本姑娘余情未了吧？不过本姑娘现在看着你就烦得要命，劝你别做美梦了。你竟敢如此！这该死的女人今天处处不正常，嘴巴还变得这么厉害，简直邪门！就在这时，车内传出浅淡的声音：“南诏，让她进来叙话。”女人放着好好的太子妃不当，却转头钻进了皇叔摄政王的马车里，而知道内情的人都纷纷为他开展政策，只因为太子恩将仇报，背信弃义，害得他香消玉殒。在被穿越而来的玄门宗师得到了他的记忆之后，便立志要为这次事情原计复仇。接上集。皇叔，这女人怎么？如今连本王行事，太子都要过问了吗？侄儿不敢。云西西直视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都说太子萧子睿是梁国最英俊潇洒的男子，但跟眼前这男人比起来也寡淡了许多。只可惜那双漆黑瞳孔中的光是散的，没有焦距。如此近距离观察，云西西确认了他真的是下凡。看够了吗？这人眼睛明明看不见，干嘛还这么敏锐？该不会是故意炸我的吧？过来坐。萧长衡的语气不容抗拒，如此近的距离才能确保对话不被外面的人听去。你可知，就凭刚刚那6个字，本王可以让你尸骨无存。那既然我的命还在，是不是说明王爷有兴趣跟我做笔交易了呢？本王为何要信你？当然是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啊！王爷得罪了。话音落下，他清手看如闪电，将之前悄悄画在掌心的血符塞在了他的额头。我竟然能看见了！他看着他那张满是未愈疤痕和血疮的脸，惊呆了。云西西淡然一笑，收回手。王爷，你可愿娶我为妻？云西西相信摄政王萧长衡机智过人，他所面临的困境可能致命，而他或许是唯一能助他脱困的人，自信这交易他不会拒绝。云西西，你怎能如此恬不知耻？车外，萧子睿不知发生了什么，却清楚地听到了云西西最后那句话：皇叔莫要被这女人骗了，她生性恶毒，半年前纵火行凶，自食恶果，变成了丑八怪，却一直缠着侄儿不放。没想到她为了报复我，竟然打算把皇叔当作棋子，简直是不可饶恕。哎，王爷，我这么做也是被太子殿下逼的啊！我为了跟他划清界限，连婚书都当他面烧了，可他还是这么不依不饶的，连相府千金的聘礼也不急着送去了，偏单在这找我的麻烦。所以说，摄政王大人，求求你娶了我吧，好叫太子趁早死心，让我能彻底摆脱他。萧长衡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声情并茂的表演，眼角微不可察地弯了弯。然而眼前的少女突然渐渐模糊，光线也越来越暗，最终归于沉寂，恢复了一片漆黑，他又看不见了。放心，只要王爷娶了我，让外面那狗渣男滚得远远的，我保证让你彻底重见光明，1里外都能看清蚊子腿那种。萧长衡愣了愣，唇角抑不住地勾了起来。皇叔，您都听到了，他分明就是在利用你。车外，萧子睿气得暴跳如雷，恨不得冲进车里把那女人揪出来问罪，却又不敢冲撞摄政王皇叔。这臭女人是疯了吧？听听她说了都是什么话啊！等下王爷发起怒来，区区镇远侯府可保不住他。然而马车内忽地传出一声低笑，萧长衡磁性低沉的声音响起：西西姑娘人美心善，聪明伶俐，很适合本王心意，确实适合当摄政王妃。哪里？我没听错吧？皇叔难不成被下了降头？南征也震惊了，自家王爷是什么人物，他最清楚不过。怎么会被这女人几句话就给说了要娶她当王妃了？而且别了不说，就这个美字，跟这姑娘简直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吧？摄政王并不在乎侄子和下属的心情。南征，即刻安排，本王要去镇远侯府提亲。这王爷现在准备聘礼根本来不及呀。萧长衡沉吟片刻，忽地微微一笑：我看太子这聘礼也并不是很急着送去，不如就借本王一用，如何？什么？萧子睿瞪大了眼。皇叔，这恐怕……你有意？萧子睿忽地打了个冷战，这才意识到对方并不是在跟他打商量。摄政王权倾朝野，向来说一不二，就连父皇都要敬他几分。他既然开口，自己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
否则这刚坐上的太子之位，怕是都不稳。侄儿不敢，怪不得他偏偏找上摄政王，还不是因为他又贪又瞎，看不见他有多丑，才有机会被他蛊惑。这阴险女人还怂恿他抢走自己送给相府的聘礼，阻止提亲，竟然真的让他得逞了。萧子睿恨得牙都快咬碎了。马车内，云溪溪目瞪口呆地看着萧长恒，还有这种操作，简直干得漂亮！狗渣男这会儿要气炸了吧？哈哈哈哈！突然发现身上缠绕着的因果线上又多出一缕浓重的黑色，简直就是实体化的怨气啊！这一女子伙同一男子当街打劫，而打劫的对象竟然是当朝太子。意想不到的是，太子不但没反抗，反而乖乖地奉上了正要送往相府的聘礼，只因女子的同伙乃是权倾朝野的摄政王。接上集，云姑娘且先回府，待我换了吉服后便去提亲。与此同时，在丞相府中，苏家人正欢聚一堂，等待着太子的到来。太子殿下今日就要来向雨柔提亲了，咱们苏家要出太子妃了。这可是光耀门楣的大喜事啊！我早就说过，咱雨柔打小就有出息。那可不，雨柔可是京城第一才女，放眼全京城，再也没有比雨柔更配得上太子妃之位的了。苏雨柔袅袅婷婷站在母亲身后，听着众长辈对自己大家吹捧，脸上带着些许羞涩，嘴角得意的幅度却早已压不住了。不过听说镇远侯府那个丑女至今仍不愿跟太子退婚，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苏雨柔抿了抿唇，眼底闪过一丝阴冷，语气却温柔大方。各位长辈不必担心，退婚之事有皇上做主，云府不敢不从。太子哥哥早已跟云溪溪划清界限，如今只是他一厢情愿，做不了数的。那丑女连雨柔一根脚趾都比不上，太子给我们雨柔的聘礼都已经在半路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没错，太子怎么可能还对那丑八怪有半点心思？就在这时，门外突然跑进来一个家丁，气喘吁吁道：“不好了！太子殿下的送聘队伍在路口拐了个弯，朝着云府去了。”什么？怎么回事？还不如实说来。小弟远远看见队伍朝云府方向转去，就立刻去打听。云溪溪撕了婚书后，太子殿下就急着追了过去。再后来没过一会，太子的聘礼队伍就往云府去了。苏雨柔脸色煞白，双手紧紧绞在一起。云溪溪撕了婚书，太子竟然去追她，他果然还放不下那女人。不行，太子妃的位置只能属于我，绝对不能让那贱人抢了去。云溪溪是功臣之后，一定是太子怕真闹出人命失了民心，才不得不转去云府提亲。老爷你快想想办法，现在全京城人都知道太子要娶雨柔，这下可怎么办？行了，别嚷嚷了，妇道人家就是沉不住气。太子跟云府的婚约作废，是皇上下了口谕的，云溪溪今日所为分明就是抗旨。对啊，老爷你快带雨柔去宫里面圣，让皇上狠狠处罚云家，看他还敢再无理取闹。雨柔，你这便跟为父去面圣。苏雨柔乖巧地点点头。云溪溪回到云府后，刚一进大厅，就迎来一阵阴阳怪气的嘲讽。哟，这是哪来的丑八怪？我们云家人可做不出寻死逼婚这种丢人的事来。云溪溪凝眉看过去，说话的是二房夫人柳氏，云府其他人也差不多到齐了。云老爷子坐在主位，阴沉着脸。你还敢回来？云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云溪溪喝了一声，看向二人，敢问二叔二婶，搞清楚今天都发生什么事了吗？凭什么说我给云家丢人？你还敢顶嘴？白莲都已经向我们坦白了，你一大早偷跑出去，就是为了去拦住太子，还打算以投河逼婚。哦，云溪溪挑眉看着云白莲，姐姐，我早就劝过你，这样做没有意义，只会令太子更加厌弃。可你执意要去，我见你迟迟不回来，实在太担心了，怕你出事，这才说出来的。云溪溪箭步上去，抬手就给了云白莲一个大嘴巴。你劝过，满嘴谎话就不怕烂舌头吗？明明是你故意告诉我太子今天要向苏雨柔提亲，说他是逼不得已，其实心里还有我。那投河以死相逼的主意，不就是你出的？还说这样太子一定会回心转意，你担心我？我看你是担心我死不透，名声不烂到底吧。主位上一直脸色阴沉没发话的云老爷子听了这番话，眼神变得锐利，看向云白莲。他说的可是真的？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我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姐姐，她竟要这样诬陷我。就是，我们白莲的为人
大家向来是看在眼里的。我看你分明是为了逃脱责罚才……云西西反手又一个巴掌甩过去。你还有脸说？别以为我不知道让云白莲怂恿我这主意是你出的。你们母女俩在小房间商量的时候，我刚好路过，听得清清楚楚。你敢对长辈动手，简直反了天了！云西西转身就一个巴掌扇在云志平的脸上。还有你，为老不尊，纵容妻女欺压我们孤儿寡母这么多年，我娘不计较，不代表我不计较。你们是不是忘了，这镇远侯府的爵位是我爹用命挣来的谥号？你们躺在我爹爹的尸骨上享受着好处，还要把我们母女敲骨吸髓，这么多年吃我们的喝我们的，有什么脸在这里摆长辈架子？我问你，我爹的抚恤金和我娘身为一品夫人这么多年来的俸禄都哪去了？这个云西西3巴掌下去，只觉得胸口一轻，自穿越以来原主沉甸甸的怨气消解了不少。不枉他进门之前耗费心神起了一卦，今日百无禁忌，一翻旧账，一打脸。你少转移话题，现在说的是你今天做的那些丢人事。大庭广众之下阻拦太子投河逼婚，这些明明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非说是别人怂恿，难道还有人拿刀子威胁，逼着你去投河了不成？云西西一个眼刀子甩过去，吓得二夫人往后直缩，生怕再挨一个大嘴巴子。看来这丫头之前的懦弱都是装出来的假象，如今自觉羽翼丰满，竟然想骑到自己头上来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云西西你只顾着自己，在全城面前把云府脸面丢光，这是事实。听着他振振有词，云西西手又痒了，抬手啪就又给了云志平一耳光。西西，注意你的身份，他再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爷爷，他长我一辈是没错，但如今我的身份也不是他可以随意诋毁的。云志平夫妇出言侮辱，编排摄政王妃，我只打几巴掌没有治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什么摄政王妃？摄政王哪来的王？就是我呀！简直就是失心疯！父亲，我看他这分明是中邪了，不能再让他这样胡闹下去了。没错，您瞧瞧他今天的所作所为，哪像个正常人干得出来的？快来人，把大小姐关进柴房看紧了，千万别让他再跑出来闹事。众家丁立刻冲过来，就要把云西西压住。住手！谁敢对我们枉妃无礼，是不想活了吗？他们本是自幼订婚的青梅竹马，没想到却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改变了命运。为了救他，他不顾一切冲进火海，乃至于被烧成了巴拉脸。然而他的牺牲换来的却是他的冷漠，他选择了背叛，将他的爱与奉献抛诸脑后。他的心如同被火焰烧焦的废墟，只剩下无尽的寒冷与黑暗。一道冷光闪过，女子的身影缓缓倒下。在这个世界上，他曾勇敢的爱过，无私的奉献过，最终却在无声的阴谋中化作了尘土。然而就在他的生命即将消逝之际，时空似乎发生了扭曲，一位来自异世界的灵魂穿越虚空，与他的身体神秘的融合。女子的眼睛缓缓睁开，眼中不再是悲伤与绝望，而是闪烁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智慧与力量。接上集。住手！谁敢对我们枉妃无礼，是不想活了吗？一群侍卫蜂拥而入，将云西西护在中央，喊话的是摄政王身边的心腹南征。云西西看向门口，眨了眨眼。王爷，你来的也太晚了，我都要被人欺负死了，还差点就被关进柴房了呢。唉，西西莫怕，谁敢欺负你，本王定不轻饶。众人如遭雷劈，呆若木鸡。这尊煞神真是来给云西西撑腰的。若刚刚本王没有出现，你们打算对我家西西做什么？我家西西，仿佛又一道雷劈下来，云府众人已经懵了。云西西挑眉看着萧长恒，差点笑出声来。这人装腔作势的样子可还行，这是有多想重见光明，连我家西西这种话都说出来了。王爷，您误会了。二夫人见情形不妙，立刻陪笑道：这丫头回来了也不赶紧把话说清楚，我们还以为她又去找太子。萧长恒眉心一拧，不悦道：南征，你算个什么东西？王爷面前哪有你说话的份？张嘴！几个护卫立刻上前，啪啪啪的扇起了巴掌。二夫人被打得惨声闷哼，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出来。云志平哪见过这种场面，吓得呆立一旁，不敢作声。王爷息怒，是老朽疏于管教，家中小辈不懂规矩，冲撞了王爷，望您看在他是初犯，饶他这一次吧。云西西本不想管，但见老爷子都发话了，这才说道：王爷，这位是我爷爷。萧长恒轻抬眉梢，戾气随之消散，示意侍卫停手。二夫人瘫在地上，捂着脸哭都不敢出声。爷爷言重了，既然如此，看在您的面子上，就饶他这一次。云家人对萧长恒的态度感到震惊，他竟平静地称呼老爷子为爷爷。以他的地位，即便真的娶了云西西，也无需如此谦卑。
婚礼还没办呢，你就喊爷爷。有什么打紧的？也不差这一天。老爷子脸色一呆。我家王爷今日备好聘礼，特来求娶云西西小姐，明日就迎她过门。西西，你当真要嫁进摄政王府？他的语气中没有惊喜，只有担忧。云西西心头微暖，摄政王权倾天下，若是势利一点的人家，说不得要得意到天上去了。但老爷子却是觉得摄政王又贪又瞎，嫁过去委屈了自己。爷爷，对摄政王殿下一见倾心，非他不嫁，还望您成全。话音未落，萧长衡立即接话道：本王也是对一见倾心，非他不娶，还望爷爷成全。论演技还得是您，摄政王大人。云志平一家腹诽的要命，但不敢吱声。还一见倾心，王爷看得见吗？知道他丑成什么样吗？云老爷子神色复杂的看了两人一会儿，长叹一声：我这个孙女身世坎坷，还望王爷怜惜，善待于她。一直默不作声的云白莲死死拧着衣角，气得脸都有些扭曲了。怎么会这样？云西西那个丑八怪，不是应该缠着太子不放吗？就算他投河自尽不成，现在也应该成了全城的笑柄才对。怎么一转身就找来了摄政王给他撑腰？云白莲担心，若云西西地位提升，自己一家将面临报复。他决心阻挠这场婚事，绝不能让云西西如愿以偿。既然王爷倾心于姐姐，这大婚自是不能马虎的。明日就迎娶，会不会太仓促了些？到时怕是姐姐会被人家说闲话，觉得王爷不重视姐姐。云西西一转头，就见云白莲眼里闪着算计的光，立刻露出了冷笑。我不过是忙着订婚，暂时没空搭理你。奈何你非要上赶着往枪口上撞，我要让你们家把这些年吃我的用我的全都吐出来。他当即转向云老爷子，指着那一大堆聘礼说道：爷爷，王爷拿出这么多的聘礼来娶我，我的嫁妆也得匹配这个阵仗才行吧？云老爷子面色一僵。西西，爷爷也不想委屈了你，但咱们云府的财力哪里能跟王爷相比？这好办啊，二叔这些年用我爹的遗产和我娘的月俸，置办了好些个私产，不知赚了多少呢。让他把那些还给我，怎么着也该够了。云志平倒吸一口气，莫要胡说八道，那些钱向来都用在云府的开销上，我哪里来的私产？云西西朝他露出个呵呵的表情，转头就冲着萧长衡娇声道：王爷，你看他们吞了我爹娘的钱，现在还不认账。云志平眼皮狂跳，心里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萧长衡眉心一拧，淡声吩咐：南征，你带几个人留下，帮云府好好盘盘账，该是西西的，若少了一个铜板，拿你是问。云西西心里给王爷点了个赞，真上道。遵命。云志平对云西西恨得牙根直痒。他怎么会知道自己有私产的？这死丫头以前果然都是装的吧？现在终于露出本来面目了，竟有如此深沉的心计。好在自己向来行事小心，账本做得天衣无缝，绝对不可能被查出来。好，我会交出府上账户，全力配合南征大人，以正清白。云白莲原本提着的心，见父亲如此镇定，也放了下来，正琢磨着如何阻止摄政王迎娶云西西。就在这时，突然有下人急匆匆跑进来。宫里的公公来宣陛下口谕，居然在皇上和太子面前拳打皇后，脚踢太子妃，这一切只因他的一句话。你有理，你怕啥呀？接上级，云家人急匆匆地跑到门口，准备迎接突如其来的圣旨。一个声音尖锐的跟刀片似的小太监仰着下巴，高声道：皇上有旨，云西西赶紧进宫见驾。云老爷子一时间有点懵，但还是客气地问：公公，这是出了啥大事啊？太监扫了一眼院子里堆得跟小山似的聘礼，眼神最后落在云西西脸上，一脸嫌弃，冷哼一声：还能有啥？云西西违抗圣命，不退婚，还在大街上硬逼太子殿下抢了人家给苏小姐的聘礼，苏大人都告到皇上那去了。云西西，你还不去皇上面前请罪？哪里？怎么会这样？云老爷子急了：西西，你快去宫里跟皇上解释，这些聘礼是摄政王殿下提亲送的，你跟太子殿下早就没关系了。太监像是听了天大的笑话，嗤笑道：大白天在这说鬼故事呢，真是为了脱罪，傻瞎话都敢说，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他那副德行，我看了都想吐。还想用这种烂借口骗皇上，真是不知死活。太监话里带刺，本以为云府的人会羞愧得无地自容，可他没想到大家看他的眼神里带着点同情。正当太监准备继续开炮时，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从屋里传来：你刚才说本王的王妃长得怎样？太监一看，原来是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来的萧长衡，脸色瞬间白了。他双腿一软，扑通就跪在地上，一下接一下扇起自己的巴掌。王爷饶命！
奴才瞎了狗眼，没认出王妃娘娘，奴才真不是故意的。云西西看着太监自己打了20多个耳光，这才慢悠悠地往大门走。他不想浪费精力对付这个狗眼看人低的小太监，因为他知道宫里还有一场硬仗在等着他。皇上不是叫我进宫吗？还不快带路！太监看了一眼摄政王，见他没阻止，这才爬起来。是，奴才这就带路，王妃娘娘请。等一下！萧长衡突然开口，太监又吓得跪下了。摄政王走到云西西面前，平时冷峻的眼神，此刻竟然柔和了许多。本王陪你一起去。云家人看着云西西和摄政王离开，云白莲气得牙痒痒。爹娘，你们得想办法，绝不能让她嫁进王府，不然咱们以后还有好日子过。慌什么？只要他娘一天不醒，我就不信他敢怎么样。几人正小声商量着，忽见宋王爷出府的南征去而复返，直勾勾地看着云志平。云二叔，咱们是不是该判判账？云志平心里一慌，刚才的得意瞬间化为乌有。皇宫御书房，皇上，云西西竟然不顾您的命令，公然逼婚抢亲，他这不仅是欺负苏家，更是在打皇室的脸。苏夫人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苏雨柔眼眶红红的，一脸委屈地站在旁边。这样的恶行绝不能轻饶，请您一定要严惩。那云西西显然是仗着自己是功臣之后，肆意妄为，请皇上为我们苏家主持公道。龙椅上的皇上面带病容，眉头紧皱。我早就听说那个云西西一直缠着太子不放，但也从未做出过格的事，怎么今天会这么过分？皇上，那云西西今天敢以死逼婚太子，以后还不得反了天？如果不严惩这种行为，那天威何在？皇上揉了揉眉心，又怒又疲惫地点点头。皇后说的对，等云西西来了，朕一定要好好质问他。此时，云西西刚到御书房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阵阵怒斥声。他感觉到身边的萧长衡气息突然变冷，便转头拍了拍他的手。王爷别生气，这点小事交给我就好了。尽管放手去做，凡事有本王给你兜着。放心，本姑娘可不是好欺负的。云西西眉眼一弯，转头当先进了御书房。萧长衡手上一空，他的手怎么那么冷？他沉吟片刻，低声吩咐随侍几句，这才跟了进去。云西西刚一露面，屋内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的衣服还没干透，脸上的疤痕让人不忍直视。看来他真的是为了逼婚投河，才会这么狼狈。皇上见状脸色更沉，正要开口，忽见萧长衡随后出现，他就是一愣。皇帝，你怎么来了？萧长衡听着他气短的咳嗽声，皱了皱眉。正好有点事，顺便来看看皇兄，近来身体如何？好多了，皇帝莫要担心，你且稍等，待朕稍后和你一叙。皇上的脸色柔和了许多，吩咐道：来人，给摄政王上茶。苏丞相看到摄政王出现，心里直打鼓。在路上就听说摄政王被云西西蛊惑，逼太子改道，把聘礼送到了云府。难道他是来为云西西撑腰的？但是看到云西西那张丑陋至极的脸，苏丞相又安心了不少。皇上怎么可能让这样的女子嫁给太子呢？对，等下干脆讨一道赐婚圣旨，到时候就板上钉钉，摄政王还能怎样？苏丞相心里做好了打算，出声提醒道：陛下，云西西半途逼婚，抢走太子送给小女的聘礼一事，还望早做决断。皇上正色看向云西西，又被他满脸肿胀的疮疤弄得很不舒服，不悦地说：云西西，朕看在你父亲是功臣的份上，给你一个机会，你快向苏家道歉并归还聘礼，朕可以考虑从轻发落。云西西轻笑一声，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卷帛书。陛下，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道歉？苏雨柔看到那卷帛书，气得直咬牙。那是婚书，红底金边，不是婚书还能是什么？皇上居然还打算从轻发落，不行，今天的事让自己在全家人面前丢尽了脸，必须要让云西西加倍还回来。他立刻红着眼圈说：云西西，半年前你纵火烧了太子府，自作自受毁了容，太子殿下宅心仁厚，只退了婚事，没有追究你的责任，你不但不感恩，反而纠缠不休。太子明明不喜欢你，你却仗着自己是功臣之后，将皇上的退婚命令当成耳边风，死缠着太子殿下不放，置皇室颜面于何处？今天全城都看见了，是你投河以死相逼，硬是抢走了太子殿下的聘礼，事到如今你还要抵赖不成？镇远侯他在天有灵，知道你做出这等无耻之事吗？云西西脸色一沉，上前狠狠给了苏雨柔一个耳光。苏雨柔捂着火辣辣的脸，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你竟……她男前男友居然舔着脸来邀请她去参加他的婚礼，没想到的是，
太不凑巧了，大侄子，我和你叔的婚礼定的也是那一天。接上去，你竟敢！云西西薅住他的领子，左右开弓就是几个大嘴巴子，打得他脸颊又红又肿，这才停手。你算老几啊？敢在我面前乱吠！苏雨柔眼冒金星，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哭啼啼的向皇上和皇后求救。皇上、皇后娘娘，求你们为臣女做主！哼，这女人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在皇上面前动手，这下谁也保不住她。云西西，你太放肆了！陛下，此女竟敢在您面前做出此等行径，简直是无法无天。您定要为小女做主，严惩云西西。请皇上为我女儿主持公道。陛下，请立刻下令将云西西拉下去掌嘴，否则皇室颜面何在？皇后这话就不对了，她一个小小相府的女儿，对我这个长辈出言不逊，我教训她一下，难道不应该吗？什么长辈晚辈的，你少装疯卖傻，以为这样就能逃过责罚吗？云西西，此事你若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定不轻饶。陛下，你有所不知。云西西不慌不忙展开手中的帛书。今日我已同摄政王定下婚约，苏雨柔既然要嫁给太子，那自然是我的侄媳妇，小辈无礼。我这个做皇婶的给她点教训有问题吗？在场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女人刚才说什么？她和摄政王订婚了？真的假的？今天我在全城人面前已经和太子划清了界限，只要稍微查一查就知道真相。可苏雨柔却在那里胡说八道，说我逼婚太子，还抢了他的聘礼，这不是血口喷人是什么？我给他几个耳光都是轻的。说着，他笑眯眯地看向皇后。你说对吧，皇嫂？皇上震惊地看向萧长恒。皇帝，这是怎么回事？你当真要娶云西西？只见萧长恒慢条斯理地抿了一口茶。正是。皇上愣在那里。这皇帝是不是中了什么邪？云西西那模样他也能接受？对了，他看不见，那就算了。苏家人面面相觑，显得有些慌乱。太子殿下求见。就在一屋子人神色各异的时候，通传太监的声音响起：“先他进来。”萧子睿急匆匆地走进来，看到屋里的情况，脸色微变。儿臣参见父皇、母后、皇叔。皇上，我没说错，您问问太子殿下，如果云西西今天没逼婚，那些聘礼怎么会送到云家？萧子睿眼皮狂跳。摄政王虽然自几年前就又贪又瞎，可他的势力仍可遮天，战神之名深入民心，自己这太子之位还没坐稳，怎么能这个节骨眼上得罪他？看着苏雨柔那张快肿成猪头的脸，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冲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你给我闭嘴！你胡说些什么？我什么时候向云家提过亲？那些聘礼是皇叔要向皇婶提亲才借的。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快向皇婶道歉！什么？这怎么会这样？苏雨柔整个呆住。既然如此，确实是苏雨柔不对，她无缘无故的指责摄政王妃，确实应该道歉。苏雨柔脸上肿得像个包子，心里百般不愿，但也只能压下恨意，小声道歉。今天的事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就这样轻飘飘的向长辈道歉，这就是你们苏家的教养。苏丞相本来想为女儿求情，但看到摄政王冷哼一声，他立刻上前一脚踹向苏雨柔的小腿。还不跪下给皇婶磕头谢罪？得罪了摄政王，你是想害死全家吗？苏雨柔心里一惊，顾不得其他，咬牙磕头。我错了，皇婶，请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这一次吧。云西西笑眯眯的摆手，这才像话。今天我刚退婚又订婚，双喜临门，心情好得很，就不跟你计较了。萧子睿气得不行。云西西退婚了还这么高兴？难道他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回心转意？他捏了捏拳，上前一步道：父皇，今日儿臣还有一事，望父皇为儿臣和苏雨柔赐婚。皇上心累的吁了一口气。也好，本来今日便该是你二人定亲，既然中间出了些波折，那便由朕做主，给你二人赐婚。这婚期也一并定了吧，就在下月初8大婚，如何？苏家妇女听了，脸上露出喜色，连忙跪地谢恩，心里松了口气。太子妃的位置总算保住了。萧子睿谢过恩，却没有马上离开。他面带深意地看了一眼云西西，转向萧长恒，恭恭敬敬道：下月初8是侄儿大婚，太子府恭候皇叔和皇婶大驾。这渣男故意邀请前女友参加自己的婚礼，安的什么心啊？他当即一摊手，那怕是不能去为太子庆贺了。我也觉得下月初8是个好日子，准备将婚期定在那天呢。萧子睿面色一顿，可我听说皇叔不是想明日便迎皇婶入府？你也说了，只是听说，我家王爷是有这个想法，
还没定下来呢。云溪溪朝他翻了个白眼，转头就笑眯眯地看向萧长恒。王爷，陛下都说下月初8是个好日子，那一定是错不了的。我们就定在那天大婚，怎么样呀？娘，您一定会没事的。接上去。王爷，圣上已择定下月初8为吉日，咱们的喜事若能同日举行，定是锦上添花。不知王爷意下如何？苏家众人闻言色变。若摄政王同日大婚，朝中官员谁不趋之若鹜？太子府岂不成了无人问津之地？这云溪溪真是天真烂漫，竟妄想左右摄政王的决策。看来我什么都不用做，只等着摄政王斥他不识大体就好。朝中皆知摄政王一言九鼎，云溪溪此举不过是自取其辱，不足为患。甚好，太子府所赠聘礼虽丰厚，然与西西之才貌相比，仍显不足。本王正需时日，再添些陪嫁之物。既然西西喜欢，那便定于下月初8举行大婚。他轻描淡写的一句，就让摄政王更改了婚期。皇叔，这……太子对本王的决定有所异议。不敢。王爷，东西取来了。西西，过来。萧长恒轻抚他冰凉的玉手，将大氅披于他肩上，脸色这才好看了些。自己这个弟弟向来清冷，何时对哪个女子如此过？陛下，西西身子虚弱，今日又落了水，需好生调养。若无他事，本王便送他回府。好，皇帝慢走。等一下，看来皇帝对西西姑娘情有独钟，这是本宫为西西准备的见面礼，愿你们百年好合。他取下手中羊脂暖玉镯，递与云溪溪。该死的丑八怪！如果今天不是他扰局，皇后这价值连城的镯子本该是自己的。等着瞧，今天的屈辱，迟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今日多谢王爷配合，跟你合作还是挺愉快的。现在已经没有外人，这大氅也可以还你了。不准！糟了，自己灵魂刚刚穿越过来，原主这身子又是虚弱，这是神魂不稳的迹象。你怎么了？王爷，帮我个忙，得罪了。他顾不上许多，捧着他的脸探身凑近，对准他的唇就吸了上去。云溪溪如愿借到一口阳气，立刻掐诀，总算稳住了神魂，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刚刚事急从权，王爷莫怪，毕竟我要是出了事，就没人给你治病了，对吧？占了本王便宜，难道不打算给本王个交代？没等云溪溪反应过来，男人已用大手按住他的后脑，附上了他的唇。这样才公平。那云溪溪昨日还非太子不嫁，今日怎地又与摄政王纠缠不清？而且那人竟还真的愿意娶她。娘娘，这是好事呀！原本您担心摄政王娶了势力强大的王妃更难以对付，如今不必再忧虑了。没错，今日一见，那云溪溪简直比传闻中还要丑，摄政王竟然还要娶她，看来是心灰意冷，自暴自弃了。宣国师来见本宫，是时候进行下一步。小姐，你可算回来了。怎么了？夫人她快不行了。云溪溪立刻朝云夫人住的院落赶去。就不活了，他最多只能再撑一个时辰，还是早些准备后事吧。汤神医，您再想想办法呀！需要什么药材，我们定会全力去寻的。老夫行医一辈子，专治疑难杂症，云夫人现如今便是神仙下凡也，就不活了。谁说我娘没救？西西，你回来了，你这话何意？难道摄政王为你寻了更高明的大夫？哪来的黄毛丫头？云夫人这幕僵症已持续了半年，如今早已油尽灯枯。但凡她还有一线生机，老夫也不会下如此断言。你医术虽高，一生救人无数，但我娘这病非你所能插手，请回吧。小丫头片子竟如此狂妄，老夫是救不了云夫人，但那也是她命数到了，难道你还有起死回生之能不成？云溪溪看得清楚，云夫人的眉心有一团浓黑的邪祟，在源源不断地吸食着她的生机。她这分明是被人下了毒咒。爷爷放心，我娘她还有救。小丫头从哪里学到些皮毛功夫，就敢大言不惭？你可知这些方外之术，若有一丝不慎，只会害人害己。云溪溪对汤神医的质疑置若罔闻，掌心凭空出现一张黄符，猛地拍在云夫人眉心。哎，你这丫头怎么不听劝？忽见那黄符无火自焦，刹那间就寸寸化为飞灰消散，而空气中突然响起一阵令人不寒而栗的凄笑。云溪溪眼见那团黑气冲天而起，双手迅速掐诀指向空中。静！他指尖散发出一团常人看不见的光芒，将黑气笼罩，片刻就将其净化的彻底。原本只剩出气没有进气的云夫人，胸口平稳的起伏着，脸色也肉眼可见的好了许多。没事了，最晚1个时辰就能醒过来。汤神医震惊的上前重新号脉，目瞪口呆。这竟真的救活了。云溪溪擦了擦额角的细汗，
你黑云压顶，有断子绝孙之相啊！只是我看你明明……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竟如此咒我！小小年纪怎能如此恶毒？西西，汤神医德高望重，想来也不是故意不医治你娘，你怎能如此说话？老爷，大事不好了！少爷，他不慎落水，就上来时已经没气了。哎呀！东边不凉西边凉啊，宅进残阳我谁忧伤啊？前也驸马后也忙啊，把黄金我忙黄了。接上集，汤神医大惊失色，连药箱子都顾不上拿，转身就往外跑。且慢，你明明不是断嗣之命，此事必有古怪，求高人指点，救我独子一命。云西西一把将他拉起来，把刚刚画好的黄符塞进他手里。你是被人下了绝嗣蛊，这张符你拿着，在密闭的房间内，除了令郎和你之外，不要让任何人进入。焚符之后，令郎必能转危为安，切记务必照我所言行事，否则后果自负。汤神医满怀怒急，急匆匆地持符离去。西西，这你真有把握能救他儿子？都是些不入流的手段而已，只要他不自作聪明，照我说的去做，自然无恙。爷爷，我娘要完全康复，还需不少药材，这是药单，烦请派人准备。我有些累了，想在这陪我娘安静的待一会儿。你且好生休息。云府另一院落，柳氏突然喷出一口黑血。二夫人，您怎么了？难道是东院那边出事了？那位高人曾言，夺魄咒若被破，必将反噬己身。没想到我即将成功之际，竟有人能破解此咒。你速去东院探查究竟。是，奴婢这就去。凤七宫，国师，今日请您来，是有事相商。皇后请讲。皇后当即把摄政王跟云府嫡长女不日将大婚的事讲了一遍。国师，我请您来，就是想确认一下，摄政王的真龙气运是否已衰弱至极，是否到了收回他手中虎符的时机。这么看来确实差不多了，待老夫算一算，确保万无一失。国师请。国师闭目掐指，突然面色大变。不好，摄政王的真龙气运虽散，却现天凤改命之象，若得天凤相助，他的气运将重振，甚至更加稳固。届时江山对他而言将易如反掌。什么？怎么会这样？我忍气吞声这么多年，终于等到机会让他中毒残废，眼看就要成功了，竟然半路杀出个天凤改命。天凤究竟是何物？娘娘稍安勿躁，天凤之气运极为强横，不亚于真龙。若太子能取得天凤，摄政王的气运便不足为患。国师还等什么？快算算到底谁是天凤，本宫明日就让太子去提亲。国师当即闭目凝神掐指，这次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睁开眼。天凤现于京城云家。云家？难道是云西西？卦象上是云家没错，不过云府适婚女子不止她一个，待老夫进一步确认再说。国师取出符纸，施法让其飞向云府，以进一步确认。云西西坐在镜前，审视着自己脸上的伤痕，眼中闪过冷光。原主是半年前烧伤的，脸上哪怕是留疤，到现在总该痊愈了。可这张脸至今仍肿胀不堪，渗着脓水，分明是中了毒的迹象。他取出一张符，点完后投入水中饮下。有验玉经符，符之诸邪不侵，立竿见影，连服7日可脱胎换骨。云白莲带着餐盘来到门前，一反往日私底下对他趾高气扬的嘴脸。姐姐，以前是白莲不懂事，今日特来赔罪。云西西眯起眼睛，审视着餐盘上的食物，露出了灿烂的笑。那还真是谢谢了啊！你别说，这手艺还不错，本小姐忙活大半天，还真饿坏了，还好有你来孝敬我。这个红烧排骨有点咸了，下次注意啊。这丑八怪真以为自己当了摄政王妃就出头了，居然还敢对我指手画脚。好好享受那些菜里特意为他加的料吧。那姐姐你慢用，白莲就不打扰了。等下，既然你如此有心，那从今日起，每晚的夜宵就由你亲手准备。怎么？难道你刚刚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不成？怎么会？妹妹知道了。明白就好。我这个人嘴刁，记得必须你亲手做的哦。是，妹妹告退。云西西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本小姐就是要骑到你头上作威作福，
看你敢不敢多说半个不字。忽然，一道黑影飞进来，推云西西的面门。什么鬼玩意？滚！他抬手啪的就将那东西给打飞了出去。那黑乎乎的一团直直的就砸到了刚走出几步的云白莲身上，一触即散。国师猛然睁眼，找到了，天凤乃云家二房之女云白莲。好，太好了！立刻召太子，他必须尽快把云白莲迎娶进门。王爷，我刚刚给你算了一卦，怎么说？你在128岁的时候有一劫。我坟让人刨了。别上集。西西，娘，你醒了。这段日子真是苦了你了。娘，您放心，女儿已经想明白了，那些以前对我们母女俩不好的人，我不会再手软了。以后谁也不能欺负我们。你真的想通了？那太子那边那种忘恩负义、花心的渣男，白给我都嫌弃。我已经撕了婚书，和他彻底断干净了。好，你能想明白，娘也就踏实了。你放心，娘定会为你另觅良人。那个，娘，另觅良人就不必了。我已跟摄政王定了亲，婚期定在下个月的初8。云家大小姐可在？外面怎么回事？没事，娘您先歇着，我去看看。云姑娘，老朽人到中年才生下这么一个儿子，今天要不是有您，我汤家就绝后了。感谢大小姐救我儿性命，老夫愿献上半数家产报答您的大恩大德，请您务必收下。他打开手中一个木匣，里面满满的全是银票和各种房契地契。云西西将它掺了进来。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盒子您还是拿回去吧。这怎么行？救命之恩怎么能不报答？老神医，您一生救人无数，经常给穷人免费治病，功德无量。只要您记住善恶有报，以后多做善事，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汤神医听了这番话，眼神里多了几分敬意。他拿出一枚玉扳指，郑重地递给他。大小姐高风亮节，既然不肯收金银作为谢礼，那还请务必收下此物。云西西接过扳指，只见他通体银白剔透，竟是蕴含3清之气的天才地宝。老人家，此物非凡，你从哪里得来的？实不相瞒，这扳指是我出谷时师尊所赠，嘱托我若遇见能断命术、识功德的方外高人，便将此物赠出。您拿着它，从此便是医仙谷的贵客，谷中资源都尽可取用。云西西也不矫情，点点头，微微一笑。此物正是我所需，既然如此，便不推辞了。谢谢您。汤神医大喜，又叮嘱他需要什么药材，尽管去东街回春堂，这才告辞。云西西回到云夫人房间，发现王府管家南征也在。王妃，我已经带人查过孕妇的账本，没发现问题。你去好好搜搜我二叔书房东南角，必有收获。南征将信将疑地退了下去。西西，那摄政王他知道你的情况，还愿意娶你吗？看来南征已经把我和王爷之间的事都告诉您了。娘，放心吧，我跟王爷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这是什么话？西西，娘不在的时候你受委屈了，不管你这场婚约因何，若你不想嫁，咱便把婚退了，哪怕不嫁也不必将就。娘亲不必担心，我是真心想嫁给摄政王的，他也对我很好，还在皇上面前替我撑腰呢。好吧，既然你心意已决，娘便支持你，定会让你风风光光的出嫁。王妃又发现了东南角的多宝架上有机关，里面的账本记录了他这些年贪墨了每一笔钱，请王妃过目。云西西接过来，跟云夫人一起翻看。谁给他们的胆子？真当我死了不成？来人，立刻召集全府到议事厅，是时候跟二房算一算总账了。二夫人不好了，大夫人她醒过来了。什么？二爷的私账也被摄政王府的人查出来了，大夫人非常生气，召集全府议事。老爷和小姐已经都过去了。夫人，现在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只能这么办了。哎呀！柳氏眼一翻晕了过去。这时，南征带着王府的侍从突然出现。我家王妃特别交代，西院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若婆娘既然晕了，拖过去便是。是。躺在地上的柳氏眼皮一颤，哼了2声，又悠悠醒过来。刚刚气急攻心，让大家见笑了。谁看不出来你是装了？二夫人，请吧。二夫人是最后一个到的，老爷子坐在首位面沉似水。最让柳氏胆颤的是，坐在当家主母位置上的大夫人严静华。严静华猛地一拍桌子：“允志平，老爷在世的时候对你一家人不薄，他才去世几年，
你就趁我病重做出这种事，我们母女的生活费被你无端扣减，你自己的妻女却奢侈浪费，甚至连老爷的用度也被你贪了大半，补贴你们二房。云志平冷汗直冒，想耍横也不敢，旁边还有摄政王府的人盯着，柳氏也慌了，还没想出对策，严静华已经冷冷开口：哼，你无话可说了吧？既然如此，皇后娘娘驾到，太子殿下驾到。王爷，猜猜我们一会儿吃什么？帝王蟹。让你猜，没让你许愿，猜不到螺蛳粉就一直猜。接上集。不知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亲至，有何吩咐？皇后自打进门就注意着身后国师的眼色，顺着视线看去，只见一个少女正偷瞄着太子，暗暗脸红。云白莲就是天凤，绝对错不了。只要让太子娶了她，就再也不用担心摄政王那个废人了。那边那位就是云府的二小姐白莲姑娘吧？是我，引女参见皇后娘娘，参见太子殿下。本宫今日是专程来向云白莲小姐提亲的。太子殿下要娶二小姐，她不是才跟苏雨柔定了亲吗？老爷子不必忧心，苏雨柔她不过是个侧妃，怎能跟白莲姑娘这个正妃相比？况且此事皇上已经允了，赐婚的旨意明日便会下来。二房三口人简直要被这巨大的惊喜给砸晕了。爹，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都如此有诚意的登门提亲了，咱们做臣子的该感恩戴德才是，您这副态度可有些失礼了。太子殿下真是慧眼识珠，我家白莲自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跟太子简直是珠联璧合，再般配不过了。娘，您别说了，能得太子殿下垂青是白莲的荣幸，白莲定不会辜负太子厚爱，做一个合格的太子妃。本宫对白莲姑娘一见倾心，认定了只有她才能做太子妃，还望云老爷子和伯父伯母成全。既然太子殿下有如此诚意，想必聘礼一定不会比之前给苏侧妃准备的少吧？毕竟我们白莲可是要做正妃的呢。萧子睿面色微微一顿，摄政王刚刚劫走了我一大笔聘礼，这渔夫居然还狮子大开口。伯母放心，本宫自然不会亏待白莲的。爹，白莲能跟太子定亲，是咱们整个云府的荣幸，您快点个头啊！点什么头？你们二房一家忘了吗？阴阳账册的这笔账还没清算呢，要定亲也得此事了结了再说。皇后娘娘、太子殿下，二房一家数年来贪没云府巨额钱财，家主与我已商定，将二房一家逐出云府。皇后和萧子睿没想到竟还有这一出，双双愣住。你说什么？白莲当上太子妃，那可是整个云府的荣耀，你是不是疯了？竟然做得这么绝！我云府有一个摄政王妃已足够光宗耀祖了，什么太子妃我们不稀罕。给你们1个时辰时间收拾东西滚出去，以后不要再跟我们云府攀亲带故。云西西默默给母亲大人点了个赞。Nice。皇后娘娘、太子殿下，你看看这恶妇，竟然不把你们放在眼里，你们一定要治她的罪。一个侯府的夫人，竟然当着母后和本太子的面如此嚣张。萧子睿脸色一沉，刚要开口，房四竟敢出言侮辱摄政王大人的岳母，谁给你了胆子？你想治谁了罪？是不是之前的教训还不够？柳氏这才想起摄政王府的人一直在，吓得腿都软了，当场闭了嘴。娘娘，须得天凤真心相助，才能成就真龙。好了，都听本宫一言。云志平所作所为确实不该，但毕竟都是一家人，若被赶出府去，太子面上也无光，让他将拿走的还回来，交不出的部分本宫尽数给补了，如何？皇后好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严静华和云老爷子交换了个眼神，点了点头。云白莲瞥了一眼云西西，走着瞧，太子殿下以后可是要登基的，到时候我就是皇后，你一个王妃又算得了什么？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直到每日一读的第7日。姐姐，你怎么突然把脸遮起来了？这次的毒会让她的脸逐渐腐烂，并且一点点扩散到全身，你就在所有人的厌恶中去死吧。没什么，受了点风寒，不能见风而已。东西放下，你可以走了。云西西饶有兴致地看着云白莲离开，脸上露出了冷笑。连服了7天有艳玉精服，脸上的皮肤已经结痂脱落了许多，可不能让他看到，不然就没惊喜了呢。云西西正在揭开面纱吃饭，突然眉头一皱：“谁？”望妃，是属下。南征，你来做什么？
属下相先闻名一事，能拦下王爷车驾那日，说过初一15，有事是什么意思？难怪你来找我，今日是初一，那家伙发作了吧？看来王妃果真知道内情，请王妃速去王府帮帮王爷。他身上的问题很麻烦的，反正每月都要发作2次，熬过去就行了呗。王爷并未让属下前来，是属下自作主张，因为王爷他在神志不清中，一直在唤王妃的名字。啊！属下斗胆说一句，我家王爷从未对哪个女子如此在意。恁如果不信，属下可将王爷的一语如实转述。王爷他说他说喜。停，我去还不成？我的财富很自由，每次他离开我都拦不住。王爷，你喜欢玩水吗？喜欢，喜欢。那你吃完把碗洗了。接上集，一进房间就见萧长衡端坐在轮椅上，府上侍卫站在一边战战兢兢。谁让你来的？王爷恁醒了，恁这是没事了。滚，全都滚。是。云西西不退反进，大步走到了轮椅前。都疼成这样了还死撑，骗我能让你好过点吗？不用你管。云西西凝视了他半晌，悠悠叹了口气。唉，咱们是合作伙伴，我没有理由害你的，相信我。萧长衡沉默了一会儿。这桩婚事若你改了主意，随时可以取消。云西西莫名其妙，但男人已不再说话。他心知他这是默许了，伸手将他的裤管掀了上去。只见那双腿上密密麻麻遍布着可怖的黑疮，严重处血肉腐烂，深可见骨。最关键的是，2条腿上各紧抱着一只常人不可能看见的恶鬼，正对着膝盖肆意啃噬。云西西深吸一口气，从怀里掏出一大把黄符，快速调剪着，啪啪啪地往他的腿上贴去。2只恶鬼凄厉尖笑着消散。这些符只能贴到明日卯时，取下后需立即让人全烧掉，切忌将灰埋到乱坟岗去，不得有差错。虽然你这腿处理起来又麻烦又耗时，但有本小姐出手，你且得活得长长久久呢。以后不准再耍小孩子脾气了，知道吗？萧长衡满腹心事，许久不语，终于意识到，半晌也没再听见小姑娘讲一句话。你在想什么？云西西仍是没有动静。萧长衡心里一急，从轮椅上跌下来，往云西西的方向爬去。西西，你怎么了？南征！南征急匆匆跑进来，想扶王爷起身，却被萧长衡狠狠甩袖震开。快喊大夫！少女似乎终于找到了舒服的姿势，眉头舒展开，把脸埋在他胸前，没了动静。那个王爷，王妃她好像是睡着了。萧长衡狠狠地吐出一口浊气，一颗心回到原处。西西，若本王能活得长长久久，你可愿？第二天一早，云西西刚一睡醒，立刻冲出门讨债。昨天你用掉我那么大一堆符，你得赔给我。可以，怎么赔？这么痛快的吗？那你可已经答应了啊，不能反悔哦。我要你一滴心头血，我想……好。云西西反倒顿了一下，准备好的说辞全都没用上，直接给我整不会了。早知这女人胆大包天，可没想到她还能突破极限。眼看着南征脸色都变了，赶紧拿出准备好的小玉瓶放到桌上。别误会，十指连心，从指尖取血就可以了。用这把刀。萧长衡取过小刀，面不改色的划破手指，将血滴进玉瓶里。够了，够了，心头血亏空不是小事，记得按这个补方连服7日。那我就先回去了。好，南征会护送你回府。不是，你这人怎么能这么没戒心？别人要你的心头血，你连问都不问的吗？就不怕？你是本王的未婚妻，又不是别人，你说过你不会害我的。总之你记住，若是邪恶之辈拿了你的心头血，是要出大乱子的。若有其他人提出这种要求，你绝对不能答应。记下了。王妃大可不必担心，若是别人跟王爷提出那种要求，明年今日坟头草都得一人多高。是错觉吗？怎么觉着这人的话泛着股酸味呢？云府，云西西回到房间就反锁了门。这男人紫气傍身，他的心头血与天才地宝无异。他又拿出汤神医送的那枚扳指，施法炼制的，只一会功夫，他就炼制出了一枚空间戒指。都穿越了，怎么能没有随身空间？既然老天爷没给，那我就自己造一个好了。大事办完，云西西准备出门去查看一下云志平私吞财产的交接情况。刚到北街仓库门前，迎面正遇上一群力工抬着大箱小箱要出门。谁让你们搬的东西？云志平正在院里指挥力工干活，没想到云西西进来的这么快。西西呀，你别误会，二叔这不是看你要筹备大婚，怕是没空处理这些琐事，专门带人来帮忙的吗？哦，是吗？那你来说说，他让你们把这些东西搬到哪去？回贵人的话是，当然是搬回云府。
入府里的仓库，这库里物品的清单都点好了，等搬回去你尽管核对。二叔做事你绝对可以放心。云西西接过他递过来薄薄几页的台账，就这么点玩意儿，真当我傻吗？干嘛要等回去再核对呢？我就在这儿核对完了再搬。云志平一惊，可这些东西装箱已经花了不少功夫，再一一打开清点，不是都白忙活了？这么折腾一番可是要加钱的。我差那点钱，就在这里盘点。姐姐，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让我好找。皇后娘娘召咱们2个入宫，咱们快去吧。这个世界上可爱的人只有2种，第一种就是记性不好的人。那第二种呢？第二种我忘了。接上集。姐姐，皇后娘娘召咱们2个入宫，咱们快去吧。云志平一脸窃喜。既然皇后娘娘召见，那西西你还是快去吧。这里你要是不放心，那就先不搬了，原封不动等你回来清点总行了吧？放心，保证跟账册中一样都不差。你们把箱子给我放进去，然后都出来。你什么意思？非要耗在这儿吗？还要让皇后娘娘等你多久？本小姐要先进去整理衣装，免得唐突了皇后娘娘。你云西西待所有人都出来后，猛地冲了进去，哐当一声就关上了仓库大门。空间戒指。云志平跟云白莲面面相觑。如果数100个数他还不出来，就把门砸开。哪知50个数还没数完，云西西就从里面出来了。皇后娘娘既然急召，那我就先走一步了，一会儿宫里见。他这就走了。哼，黄毛丫头而已，想来是觉得自己当王妃发达了，根本看不上这点东西。父亲别掉以轻心，万一他又跑去找摄政王撑腰呢？来，赶紧继续搬，除了之前清点好的那些东西，全都给我装箱搬走，一点也不准落下。义工们推开仓库大门。这位老爷，你不是逗俺们吧？这里面明明都空了，你让俺们搬啥？云志平跟云白莲冲过去一看，大惊失色。我炸！仓库里刚刚还堆满的金银财宝、古玩字画呢，怎么全空了？云西西来到御书房，一进门就见皇上皇后都在。萧长恒悠闲地靠在轮椅背上，慵懒地品着茶。萧子睿跟苏雨柔也都在，看见他出现，脸色各露深意。见过皇上皇后，王爷也在啊，你今天气色不错哦。西西，过来坐。这女人撕毁婚书后就处处不对劲，明显就是故意做给自己看的。她果然心机深沉，倒要看看她能装到什么时候。咦，皇婶怎么带着纱巾入宫了？见了皇上皇后也不摘下来，我这脸今早起来就肿得厉害，比平时里还吓人3分呢。要是摘了纱巾吓到了皇上和皇后，你负责吗？苏雨柔瞪大了眼，哑口无言。不是，她怎么能一点都不伤心生气上火呢？不对，她肯定是故意装的不在意，免得更加丢人罢了。行了，先说正事吧。求皇上皇后为白莲做主。你这是怎么了？说清楚。今天我父亲盘点好财物，准备让人搬回去交还给云西西，结果他突然出现，说什么也不让人搬，还把人都从仓库赶了出去。结果等他走了后，我们再去仓库里看，里面整整一仓库的东西竟然全都被搬空了。他这分明是故意使诈吞了那些东西，等我们交不出来的时候再索要赔偿呢。什么？云西西，本宫需要你一个解释。我可是当众承诺过替云志平一家人兜底，兜底是兜底，但如果是被人算计从自己这里捞一笔，那可就是另一码事了。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云白莲自己都说了，那些东西本来就是要还给我的，所以我就搬走了呀，这有什么问题吗？这话好像是没什么毛病。不对，你若真这么想的，为何非要把人都赶出去才搬？分明就是想讹我们一笔钱财。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你说我讹你，我是逼你交出那仓库里的东西了，还是拒不承认是我搬走的了？还整整一仓库的财物，也亏你吹得出来。他拿出一本账册递给皇后。你说的仓库里的财物就是这些？这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没想到为了私吞财物专门做出来的假账，反而被云西西拿来摆了自己一道。白莲姐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么点钱财还要大张旗鼓地告御状，传出去让人觉得太子妃多小家子气啊，岂不是让太子殿下也跟着一起丢脸？闭嘴，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姐姐是正妃，妹妹本不该妄议，实在是因为关乎太子殿下的颜面，毕竟姐姐还没有过门，就留下了不好的名声，岂不是让太子殿下被人诟病？你分明是恨我抢了你的正妃之位，故意报复。我告诉你，太子殿下可是说了，够了，都别吵了，绝不能让这女人看笑话。如此看来，仓库之事不过是场误会，不劳父皇和母后费心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朕召你们前来，
是有件事想商讨。皇兄请讲。皇帝和太子同天大婚，这是喜上加喜，百年难遇的好事啊！朕特赐你二人在皇宫内殿举行大婚，皇帝以为如何？萧长衡面色微冷，当场就想拒绝。国师也算出2场婚礼同殿举办，可以兴旺国运，稳固我大梁江山，相信摄政王定不会拒绝的吧？连兴旺国运、稳固江山都搬出来了，分明是故意把人架起来，让他不能拒绝。能在皇宫举办大婚，这可是天大的好事，王爷怎么会不答应呢？你说是吧，王爷？既然西西喜欢，那就这么办吧。云白莲低下头，脸上的笑容貌似欣喜，实则带着几分得意。这下就不用担心满朝大臣都去参加摄政王的婚礼，太子府这边会冷场了。到时候云西西那张丑脸就是自己最好的陪衬。国师说了，太子迎娶天凤，正是压制摄政王气运的极好时机。自己等了这么久，总算要彻底解决这个心头大患了。你是不是要离开我？不要走好不好？你给我跑起来！接上集。第二天一早，云西西掐算出王爷可能会有麻烦，于是他赶紧跑到摄政王府。王妃，恁且稍等，王爷正在跟朝中大臣议事。自古以来，妖妃祸国，摄政王真的要一意孤行吗？谁在里面？竟然还有人敢当面顶撞萧长衡，这可真是新鲜事儿。不过这妖妃祸国又是怎么个意思？是明国公。有没有办法让我悄悄看看里面的情况？王妃，你看这些做什么？有王爷在，他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了。我担心的是你家王爷，我算出他可能有血光之灾，但又不确定，得看见他本人才算得准。那云西西自从跳河逼婚后，从水里爬出来就性情大变，他打着摄政王妃的旗号，到处欺压百姓，行凶敛财，这万民书上是记得清清楚楚。王妃，你真的干了这么多坏事吗？他翻了个白眼，眯起眼睛掐指算了算，直接走了进去。王爷，打扰一下，我有事要说。这妖女竟然连朝臣议事都要明目张胆的插手吗？你身为摄政王，是我们大梁人民心中的战神，国家的支柱。你要是一意孤行，娶了这个妖女，将置江山社稷于何地？你想过吗？你祖坟炸了！为什么每次我觉得已经见识到了王妃有多胆大之后，她总是能干出更勇的事儿来？你这妖女怎能如此恶毒？王爷你也看见了，这种妖女绝不能嫁入皇室，您当从重处置她才行。萧长衡垂眸不语，云西西知道他是在等自己给个解释。国公府最近家里不太平吧？你3个儿子不是遇到血光之灾，就是事业受挫，孙子孙女也经常生病或受伤。明国公听到他的话，原本愤怒的表情渐渐变得惊讶。不仅如此，你府上本该添的人口也因最近一场意外没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知道这些，不是因为我有妖术，而是因为我修的是大道。你那所谓的万民请愿书上，没有一件事是我做的，但你家里的问题我能解决。你打算怎么解决？问题出在你家的祖坟上，我得去现场看看才知道具体该怎么办。1个时辰后，明国公带着萧长衡和云西西来到了京郊，随行的还有他3个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炸了！只见原本该起坟头的地方焦黑一片，中间一个大坑，突然阴风四起，升起一团黑色的怪风。保护王爷！先保护王妃，她若有事，唯你们是问。别碍事，都闪开！他一手结印，另一手朝前方一推，破！一声清脆的响声，怪风一闪而逝。云大师，刚刚那个就是捣毁我家祖坟的罪魁祸首，这回可是清楚了。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要乱动，否则后果自负。只见那团怪风忽又盘旋着来到墓穴周围，云西西迅速上前，猛地朝怪风甩出一张符纸，随着一声尖叫，那怪风竟然凝实成一个人形，跌落在地。哎呀，鬼啊！骂谁呢？你才是鬼，你全家都是鬼！放开我！你们这些该死的凡人，跑到我家来搞七搞八，把我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现在还要对我下手，简直丧心病狂，天理难容！你这恶鬼炸了我明家祖坟，还敢胡说八道，倒打一耙！我呸！要不要脸？明明是你自家人把衣物丢在祖坟前，太过邪性，引来天雷。连带这种片都成了基因巨杀的大凶之地，你现在反过来往我头上赖！你胡说！他说的没错，他是山鬼，是山川精气所化，他身上并无阴气，也没有血债，说明未曾害人。这墓地的阴气另有原因。竟是这样吗？
刚刚他装神弄鬼也是为了把活人吓走，免得沾染了此方的阴煞之气，招惹祸事。知道就好。哼！抬手把一个铜镜丢给云溪溪。你看看，这家人用这种东西来祭祖，这不是自己的祖坟是什么？愚蠢的凡人啊，什么都不懂，出了事还要推卸责任，简直没天理。这是你们放到这里的？这是我高价买回来的，可那高人说他上面以秘法刻了聚气阵，能保家族长盛不衰我才。你被骗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聚气阵，而是聚阴阵。你把这东西摆在祖坟前面，跟在这里开了个鬼门关差不多。喂，既然真相已经弄清楚了，现在可以放了我吧。云大师，那我家这祖坟该如何是好？原本这一块地的风水已经彻底坏了，想要摆脱厄运就只能迁坟，但这整座山都没有比原来这里更好的风水宝地。云溪溪看了看墓地四周，视线又落在山鬼身上。如果这位山鬼姑娘肯配合的话，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甚至可以让你们家族的运势比原来还好。我警告你们不要乱来啊！不要觉得你自己一无是处，至少你还能为你的父母带来温暖，他们一看见你就上火。接上集。我警告你们不要乱来啊！请云大师指点迷津。山鬼的修炼方式是庇佑一方生灵，如果你们在恰当的位置为这位山鬼小姐立庙供奉，她便能获得愿力，修复这里被破坏的风水，还能将明家纳入自己的守护范围。明国公没怎么迟疑，便下了决定。云溪溪便将重建祖坟的注意事项以及修建山鬼庙的地点指了出来。半个时辰后，西西啊，幸亏有你出了这么个好主意，要不然就算净化了阴气，我这整个山上最好的风水宝地也要彻底废了。以后有空一定常来我的庙里玩啊！姑娘，你莫不是忘了那里是座坟？我并不是很想常来哦。回到云府，只见不少人来来往往，正在往府里抬一箱箱的东西。这大概是太子府给云白莲送聘礼来了。姐姐，你回来了，快看太子殿下送来这么多聘礼，丝毫不比摄政王的少，真是诚意满满呢。确实，太子为了娶你，送来如此丰厚的聘礼，想来你出嫁时嫁妆也不能比这个少吧？不过云府的钱财已经跟你们二房无关了，也不知道你爹爹打算拿什么给你做嫁妆。二房一家脸色都僵住。上次清算，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底都被云溪溪不知用什么手段搬走了，哪还有钱准备嫁妆？太子哥哥，对不起，我家里拿不出那么多嫁妆，大婚时怕是要让你脸上无光了。白莲妹妹放心，嫁妆的事本宫会替你想办法。你的太子哥哥当年求着跟我订婚的时候，笑的也是这么温柔，他信誓旦旦绝不会辜负苏雨柔，非他不娶的时候，笑的也是这么温柔。太子他能反悔一次两次，说不定就会有下一次。云溪溪，你已经要嫁给皇叔了，还对本宫耿耿于怀，是何意？对啊，我要嫁给你皇叔了，你该叫我皇婶才对。这次就算了，下次可别叫错了哦。一晃就到了初八，摄政王和太子殿下同天大婚，并且皇上特别恩准2场大婚都在皇宫进行。皇上皇后坐在高堂的位置上，2个新郎官早已等在殿内。摄政王殿下才是梁国最英俊的男人，可惜殿下身有残疾。那又怎样？殿下就算坐在轮椅上，不也还是运筹帷幄，打得边境蛮族再不敢进犯？他可是战神，是大英雄。摄政王虽比太子长1倍，但今年也才25岁吧？不知道他打算什么时候纳侧妃？皇帝10几岁便掌兵，未到弱冠便已平定边疆，杀得蛮族闻风丧胆。既然如今正妃已定，你这纳侧妃和贵妾的事也可以提上日程。可不能再让摄政王以联姻拉拢势力了，时候差不多了。按理智新郎要以一杆喜秤挑开新娘的盖头，云白莲和苏雨柔终于等到这一刻。云溪溪那张脸丑得惨绝人寰，等盖头一掀开，不知道要吓到多少宾客。2人待盖头被萧子睿挑开，都顾不上跟太子哥哥深情对视了，迫不及待地朝另一边看去。果然萧长衡刚刚接过喜秤杆子，迟疑着没有动作。皇后眼底金光闪过，摄政王乃我梁国战神，劳苦功高，这桩婚姻属实委屈你了。若你不想挑开这盖头，也无妨的。娘娘，这怕是与礼制不符。再说这满朝文武都期待着一主摄政王妃的芳容，怎能让大家失望呢？姐姐，摄政王是何等的英雄人物，你总不会让他为了你，在这皇宫内殿上违背祖宗定下的礼制吧？他越是这么说，
众宾客就越想知道这云西西到底是丑成了什么样，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他一人身上。你们瞎猜什么呢？我家王爷只是眼疾未愈，怕动作不慎伤到我才动作慢些的。你家王爷那是眼疾吗？未愈是他不想治吗？云西西丝毫不理众人的反应，在萧长恒面前半蹲下来。王爷，我在这里。皇兄刚刚的提议，恕臣弟不能遵命。什么提议？王爷定是太紧张了，新娘子要掀盖头，是礼制规定的，又不是皇上说的。众人的眼神有些意味深长，摄政王果真是嫌弃云西西太丑，不想掀了盖头，当众丢这个人呢。皇兄说要给臣弟那侧妃和贵妾，恕臣弟难以从命。臣弟只愿和西西一生一世一双人，此生只娶她一个。没想到摄政王说的是这个，他竟然当众声明只认定云西西一个，这怎么也不像是有半分嫌弃的样子啊。西西的一切，本王都很喜欢。今天本王把话放在这里，若让我听到哪个再敢妄议王妃，休怪本王不客气。话落，他毫不迟疑地挑开了红盖头，全场突然一片死寂。夫人，终于把你娶进门了。王妃好美。有谁还敢当着自己的面用反话讽刺王妃？我没看错吧？摄政王妃也太美了。仙女下凡也不过如此吧？谁说云西西丑的？眼瞎了吗？这不可能，我上个月还见过他，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他投河那天我也在，这才多久？他真的是云西西吗？做不了，大长大我之前他就长这个样子啊。王妃跟王爷在一起，简直太养眼了。是我幻听了吗？王爷，王妃脸上的伤全消失了，将来是自己医好了。王妃医术真如此了得，那王爷的推计不就更有把握了？这人身负大气运，话一出口，他的灵童忽地有了感应，竟发现两人之间有一条因果线开始若隐若现，这就很无语，跟那狗渣男的因果还没了断呢。他下意识地往萧子睿那边看了一眼，就见他一身黑色恶气中，跟自己连结的那条因果线上的黑色倒是退了不少。原来姐姐的脸已经治好了呀，你藏得可真深呢，连我这个妹妹都不知道。怎么，你每日在我饭菜里下的誓言伞没起作用，很意外是吗？姐姐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既然誓言伞没在我身上起作用，那你猜猜它会反噬到谁身上呢？我的两个姐妹吵架了，不管我怎么劝，她们就是不肯动手。打他！接上集，既然誓言伞没在我身上起作用，那你猜猜它会反噬到谁身上呢？云白莲整个人都僵住，不自觉地摸向脸颊。哎呀，白莲姐姐，你这袖子咋回事？这口子扯得也太大了吧！云白莲羞愤交加，脸上的表情复杂。苏雨柔这小妖精，故意在人前嚷嚷，不就是想让我下不来台吗？今个可是太子大喜的日子，这可怎么好？太不吉利了！你这个贱！够了，都别吵了。白莲是天凤之命，今日百无禁忌，这点小事不必挂怀。太子哥哥说的是我太过在意，太子哥哥才想得多了些，是柔儿多虑了。皇后头疼地看着这一幕，云西西那丫头还在一边看好戏。罢了，今日之事暂且不提。太子已娶的天凤，摄政王也得意不了多久了。他立刻安排仪仗送摄政王妃、太子妃和侧妃各回个府，奉7宫。您怎么就没算到今儿这出戏呢？本想压压摄政王的威风，结果让云西西那丫头抢了风头。臣前些日子出了些意外，险些走火入魔，近期内不宜再窥探天机。本以为今个的事儿铁板钉钉，没成想疏忽了。听国师这么一说，皇后也只能叹气。娘娘别太担心，天凤现在是您的人了，摄政王蹦跶不了几天，您可以从西北的兵权开始，慢慢收回他的权力，最后一网打尽。这主意好，我明天就让太子去办。入夜，摄政王府，今儿个这么重要的日子，守卫得加倍小心，不能让人有机可乘。都准备好了吗？王爷，第一次可能会有点疼，无妨，我动作尽量轻点，你忍一忍。南征愣了愣，脸忽地隐隐发烫。是不是有哪里不对了？南征，进来。南征忐忑地推门进去，只见王爷和王妃面前摆满了瓶瓶罐罐和一堆银针。闹了半天是我想多了，王妃在给王爷治眼睛了。准备一桶水，把这些倒进去。你家王爷待会儿要药浴。是。云西西递给王爷一个包着软巾的木棍，咬着这个。用不着。我是为你好，待会万一你疼得受不了，咬了舌头怎么办？不会。你是病人，我是大夫，遵医嘱懂不懂？云西西，你刚刚说我是谁家王爷？啊，
我如今是你名正言顺的夫君，你说我到底是谁家的王爷？你这个关注点很清奇啊，还想不想治眼睛了？不咬就不咬，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一炷香的功夫，云西西施完针，看着眼前的男人，心里不由得敬佩。这人真能忍，从头到尾就没吭过声。王妃，水备好了。伺候王爷药浴，泡足1个时辰就可以睡了，明早他这眼睛就能恢复。这么快了吗？王妃，你没骗我们吧？爱信不信，我先睡了，除非火灾地震天要塌了，否则别来烦我。对了，我睡哪儿？王妃，这里便是恁的院子，东房都是恁的卧室啊。云西西愣了愣，看了一眼遮住嘴角的某人，默默走到他身后，推着轮椅出门。南征赶紧跟上。刚出门，云西西就松手，转身关门，一气呵成。一阵尴尬的沉默过后，王爷去泡药浴吧。那个泡完药浴后，王爷能睡哪儿？南章，你这个月的月钱够花吗？够啊，根本花不完，都存着了。那这个月的月钱你就别领了。幸好嘞，这小鞋子是真鸡脚啊。第二天一早，云西西醒来，伸了个懒腰。王妃，恁醒了，王爷在碧竹院等恁一起用早膳，我带恁过去。云西西听说有饭吃，立刻精神了，赶紧出门。到了碧竹院，看到萧长恒，他愣了一下。哪里？只见萧长恒优雅地坐着，但眼睛却被一条白纱遮住了。怎么，眼睛出什么问题了吗？嗓子太痒了，止不住的咳嗽。我去给你请大夫。不用，你给我买点无骨鸡爪，让他进去挠挠就好了。接上集。怎么，眼睛出什么问题了吗？本王好得很，王妃的医术真是名不虚传。那你这是在搞什么名堂？萧长恒慢慢摘下蒙眼的白纱。这不是好好的吗？吓我一跳。我想睁开眼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王爷，咱们该谈谈你这腿的事了。你说你这腿是被人下了咒，很是麻烦，但给我点时间，肯定能让你重新站起来。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已经是摄政王妃了，怎么还要提条件？当时我说得很清楚，你娶了我，帮我摆脱萧子睿，我就治好你的眼睛。至于医腿，那是另外的价钱。好，你尽管提。爽快。那等我把你这腿治好后，王爷就在这份和离书上签个字，咱们一拍两散，各不相欠。萧长恒愣住，盯着他拿出的和离书，半晌不语。王爷，咱们两个一开始就是交易，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您这么年轻英俊，又是梁国战神，多少名门贵女心目中的大英雄。等你的腿好了，只要挥一挥手，想找什么样的女人不行？您说是吧？就因为这，云西西不置可否的摊手。好，只要你以后不后悔。那怎么会呢？跟王爷这样爽快的人合作就是舒坦。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后悔是不可能的，我只想赶快恢复修为，斩断因果。婚姻什么的都是浮云。摄政王府风平浪静，同天大婚的太子府却又是一番景象。太子哥哥，你回来了。你这脸怎么了？哎呀，别是妆花了，你先别看，我马上。我的脸怎么这样了？太子哥哥，救我！我可不想变成丑八怪。你别过来，本宫马上找大夫来给你诊看。云白莲着急上火，心里突然想起云西西说的话，是眼伞没在我身上起作用，那他会反噬给谁呢？不要，我不要毁容。云西西，你个死贱人，敢阴我，我跟你没完。萧子睿奔苏雨柔的院子去了，刚一进门，迎面飞来一茶壶。明明该当太子妃的是我，要不是袁白莲那个小贱人，我堂堂相府嫡长女，怎么会落得个新婚之夜守空房？我迟早要她不得好死。这还是我那温柔又善解人意的柔儿吗？太子哥哥，柔儿，我早就说过，娶云白莲是因为她对我大业有帮助，不然我拿什么去对抗摄政王？柔儿就知道太子哥哥对柔儿才是真心的。他一抬头，以为自己眼泪汪汪的样子很惹人怜，却不知道自己哭花了脸，把萧子睿吓得一激灵，立刻泛起了恶心，什么兴致都没了。那个，本宫就是先来看看柔儿，但今天是大婚之日，我不能冷落了正妃，免得被人说闲话。你先歇息吧，我明日再来看你。第二天一大早，太子顶着个黑眼圈出门了。武安将军府教场，不知太子殿下大驾光临，有何贵干？萧子睿一挥手，随从们抬上2个大箱子。武安将军，你为国征战沙场，功不可没，我早想拜访，这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殿下过誉，无功不受禄，有话直说吧。既然将军如此直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诸位当知，摄政王不过是因父皇久病暂代监国，他却趁机揽权，朝廷成了他的一言堂。然而如今他中毒已深，身体每况愈下，已成废人，未来怎样，不言自明。诸位何不尽快择良主而妻？只要长将军和各位愿投效本宫，本宫保证各位将来定前程似锦，享尽荣华，封王封侯也指日可待。殿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王爷为国南征北战，鞠躬尽瘁，落下一身伤，你却在背地里诋毁捅他刀子，实在令人不齿。我等绝不可能做出如此背信弃义之事。殿下请回吧。你可想清楚了，本宫贵为太子，迟早是要继承大统的，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你手底下这些将士考虑。太子殿下未免也太瞧不起我等，我等绝不会做那种背信弃义的小人。身为长将军麾下，将军的决定就是我等的决定。你们简直不识抬举。且不说摄政王对我等有提携之恩，单凭虎符在摄政王手中能号令三军，便唯有他。太子若想要兵权，只要能得到摄政王的认可，自然就没问题，又何必在此处浪费唇舌？好，但愿将来你们别后悔。将军，太子恐要对摄政王不利，我们要不要把金义之事告知他？派人去提醒王爷，太子有所动作便好，但刚刚太子所说那些话，还是不要提了。想到王爷的腿每况愈下，众人心情都沉重起来。凤七公真是无法无天，他们竟敢如此对待楚军，难不成是要造反？母后，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幸好国师大人早有预料，提前定好了良策。如今西北边境敌国似有动作，而西北军正是直属摄政王统领，借此时机正好收回这西北军权。可摄政王早在刚残疾时便已稳坐军中，仍能退敌，又如何能用这个理由夺他的军权？他如今这腿疾可不是当年能比，而且本宫早已想好了万全之策，几天后的秋猎就是个好机会。你有天凤之力，一定能让他交出虎符，再无借口把持兵权。活得好累，身边所谓的朋友都是为了钱才接近我，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什么时候还钱？接上集。秋猎往年也没见女眷跟着去啊，今年怎么改规矩了？王妃，王爷说今年情况特殊，皇上听了皇后的建议，允许女眷随行，还搞了个比赛，说是猎了多了队就是咱大梁的天命之时。西北那边正乱着呢，皇后这时候搞什么名堂？是不是想借机搞西北军的兵权啊？王妃，有件事我想问问恁。说吧。那个之前明国公来府上的时候，恁说王爷可能会有血光之灾，那现在怎么样了？这次秋猎不会有事吧？南征，这次秋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确保王爷的安全。是，卑职一定寸步不离，保护王爷。秋猎的地点定在帝京城外的行宫，大家得在那里过一夜。第二天，秋猎才正式开始。到了皇帝寝宫院外，萧长衡扯出一条白纱，把眼睛遮了起来。他这时还不想让人知道他眼睛已经好了。摄政王殿下，西北有军情急报传来，皇上请您去书房议事，王妃娘娘请随咱家去皇后那儿稍候。王爷这眼睛是怎么了？近日有些小问题，见不得风，已经诊治过，并无大碍。两人各走各的。云西西被李连贵带到了皇后所在的厅堂，一进门就见皇后坐在主位，下手的女子是用面纱遮住了脸，一旁是二皇子端王和四皇子齐王的正妃，还有一个是大公主萧月云。母后，您可得为我做主啊！是摄政王妃在我的饭菜里下毒，害我的脸变成了这样。摄政王妃对此你有何解释？皇后娘娘，云白莲的脸我都没见着，怎么就中毒了？要我解释，至少得让我看看她的脸究竟如何吧。这不是要我当众出丑吗？云西西，你故意的。本宫已经验看过，白莲的脸确实中毒不轻，难道你要怀疑本宫的话？没看到她的脸，我解释什么？如果我说我银子丢了，说是云白莲偷的，不让我检查她的荷包，是不是也得让她赔？母后，摄政王妃说的对，既然太子妃指控她，至少得让我们看看脸才好判断。是啊，母后，儿臣也觉得摄政王妃说的没错。太子妃，还是让大家看看你的脸，才好有个说法。白莲呐，也确实是这个理，那你就让他们看看，本宫才好为你做主啊。
怎么，你不敢？难道你根本没事，故意玩我？那既然云白莲脸都不愿意露，我也没必要陪他在这儿戏，告退了。你站住！云白莲急了，一把掀开面纱。现在你们看清楚了，这就是云西西害我的证据。皇后娘娘，她这么恶毒，怎么配做王妃？求你为我做主。只见那张脸上全是脓泡，坑坑洼洼，如果晚上看到，简直能下去半条命。还有另半条命是恶心死的。好了，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白莲，先把面纱戴上吧。摄政王妃，你已看见了白莲的脸，她说是你下的毒才会这样，你有何话说？你别想抵赖，你院子里的下人已经承认了，我在云府等待大婚的最后几天里，就是你派他们每天去后厨往我的补汤里下毒，才害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哦，有证人？那他们敢不敢当面对质？有何不敢？云白莲等的就是他这句话，立刻传上来2个人。你们之前怎么着的，现在就怎么在皇后面前说，敢说一句谎话，小心死无葬身之地。二小姐，我们也是被逼的啊，是大小姐逼我们给您下药，我们哪敢不从呢？果真有此事，你们可知污蔑皇室是死罪？皇后娘娘，您就是给我们10个胆吧，我们也不敢当着您的面撒谎呀。是啊，皇后娘娘，您看这是没用完的药粉盒子，这盒子您只要一擦就知道是大小姐她惯用的。云西西，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有什么话说？这样的人证物证，你只要给我半天时间，我能给你找到10个8个出来。那装药粉的盒子，我屋子里到处都是，随便什么人趁我不在都有机会偷到手，更何况是这2个奴才本就在我院里做事，这种东西怎么算得上物证？你分明就是在狡辩，如果不是你干的，你的下人怎么会指认你？云西西，太子妃已经拿出了人证物证，你空口无凭，本宫如何信你？那就按我的规矩来，1炷香时间，我保证让真相大白。什么规矩？皇后放心，我会公正公开的审问，大家看着，我绝不隐瞒。但我有个条件，审问时任何人不得打扰，否则就是心虚。好，给你这个机会，但若你问不出什么，本宫就要治你的罪。云西西自大婚后风头太盛，摄政王的气焰也高了，这次只要罪名坐实，摄政王就算能护他，也是丢脸。在暗中宣扬一番，云西西的名声就完了。为了防止串供，先带1个出去等着，我一个个审。对不起，我还是忘不了他。只要一遇见这个，我就会觉得里面埋的是他。一个字，绝。为了防止串供，先带1个出去等着，我一个个审。我既然找人来指认，自然已做了万全准备，2人的供词早就安排得明明白白，现在临时把人隔离开，有个屁用？云西西搬椅子坐下，拎着下人王五，一言不发。而跪在地上的下人王五不知道这是何意，心里没底。这跟之前想的不一样啊！我准备了那么多说辞，但是大小姐一句都不问，让我说啥？时间一点点过去，王五紧张的汗流浃背，终于等到了云西西的问话。带下去，把赵六带上来。王五一脸懵逼的看向云西西，愣在原地。还愣着干嘛？想坦白了？王五赶紧站起身，抹着汗就往出走。怎么样？他问你什么了？他什么都没问啊！半炷香的时间，什么都没问。就算只问了些不要紧的事，你也得知会我一声，我也好知道等会儿怎么应对啊。真的什么都没问，我骗你干嘛？嘟哝什么呢？到你了，还不赶快去？等到了厅内，一眼就看见云西西正一脸轻松的坐在那儿。你可知刚才王五都交代了些什么？赵六心头一紧，没吭声。其实我手里早有你们被主栽赃的证据，你2人本都该死，但今日我愿意大发慈悲放过1个，不过放过谁就看你们的表现了。王五一听说只有把事情真相交代的最清楚详细的那个人才能够获得赦免，他就全都招了呢。那个混蛋不会是全招了吧？王五说了，那毒粉盒就是你从我屋里偷的，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他胡说，那个王八蛋怎么能编出这种话来害我？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而且云白莲饭菜里的毒药也都是你去小厨房下的，王五只不过是在外面放风而已。冤枉啊，根本没有下毒这回事，那毒药粉还是二小姐交给我们，专程让放进盒子里指认大小姐你的。胡说八道！我才没有胡说，还有那铁盒子是王五从大小姐房里摸走的，跟我八竿子打不着。大小姐，我说的都是真话，王五和二小姐串通好了，想把脏水全往我身上泼，您得明察啊。就在这时候，王五突然从门外冲了进来。大小姐，别听他瞎说，我全糟了，是二小姐找上我们，给了银子让我们做假证，还说是疼之后还有重伤。那偷铁盒子的馊主意就是赵六想出来的。
你血口喷人，他为了偷那盒子，还多向二小姐讨了20两赏钱。你们瞎说什么？是不是云溪溪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让你们反咬一口？我说的才是真的，大小姐你一定要相信我啊！够了，这2个奴才一会攀咬王妃，一会污蔑太子妃，一派胡言，给我拉下去乱棍打死！我炸！大小姐，您说过谁交代得多就饶谁一命的，您是王妃，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现在是皇后娘娘要办你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西西呀，看来白莲也是被这2个奴才蒙骗了，才会误会了你。此事就到此为止吧。云白莲的脸都毁了，就这么算了？不该查查云家后厨，看看那几天都有谁来过，有没有可疑的行为，说不定能查出点什么。那几天我天天去小厨房给云溪溪准备特别的饭菜，不能再查了。不用了，现在想想，我那几天其实没怎么吃后厨的东西，都是在外面吃的，现在查也查不出什么了。那也得查，省得你老是疑神疑鬼，觉得云家有人害你，查清楚了，你心里也踏实。真的不用了，这次是我错怪姐姐了，我向你道歉。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以后我绝不再提，免得影响我们姐妹的感情。姐姐，你会原谅我的，对吧？是啊，西西，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反正烂脸的不是我，他愿意装大方，那就随他去。不过我可提醒某些人，我记仇得很，这次看在皇后娘娘的面子上，下不为例。另外2个皇子妃看向云溪溪的目光已带上了几分佩服。不愧是摄政王妃，真敢说。好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西西，今天叫你来，还有件要事。你和摄政王已经大婚，按规矩要给太后敬茶，但太后身体不适，不便见客。不过，为了表示皇室对你这个正妃身份的认可，敬茶的礼节还是不能少的。都说长嫂如母，这杯茶你今日敬给本宫就好了。说话间，他的贴身宫女兰蕊已端着托盘来到了云溪溪面前。云溪溪起身，倒了杯茶，走到皇后面前递过去。皇嫂请喝茶。皇后坐着没动，把云溪溪晾在那里。我这么多年都拿摄政王没办法，还能让他的王妃爬到我头上？这茶一旦端起来就不能放下，皇后不接，他就得一直端着。要是手酸了，茶洒出来，那就是对皇后的大不敬。皇后，请用茶。皇后还是没有反应。云白莲双眼放光，云溪溪越出丑，我就越开心。既然你不想体面，我就帮你体面。一整杯热茶直接泼在了皇后脸上。啊，你好大的胆子！皇后，既然你不想体面，那我就帮你体面。你好大的胆子！大公主和端王妃、齐王妃都惊呆了。宫里的勾心斗角，他们司空见惯，但像云溪溪这样胆大妄为的，还真是头一回见。云溪溪，你竟敢以下犯上，对皇后娘娘行凶，简直是罪大恶极。皇后刚才明明清醒，却动弹不得，显然是被小鬼压住了。茶叶能驱邪，我这才情急之下泼了茶，看来效果不错。什么小鬼？一派胡言！来人，把他给我！若不是小鬼作祟，那皇后娘娘您身后那个穿小蓝褂、眉心有痣的小娃娃是谁啊？你说什么？哪有小孩子？眉心有痣的小娃娃？摄政王妃，你真的看见了？不可能！他说他找不到娘亲了，他还说父皇叫娘亲妃儿。别让他过来，我什么都不知道。皇后娘娘这是怎么了？难道真让摄政王妃说中了？不会真的有小鬼压身吧？不然皇后娘娘怎么这样？难道是几年前夭折的六皇帝，他母亲宁妃就叫李妃儿，六皇帝落水前1年就病逝了？魂魄不会无缘无故跟着人，这娃娃都骑到您脖子上了。皇后娘娘真的不想想原因？快再泼我一杯茶！皇后娘娘，你激怒她了，这下怕是要坏事。我要找娘亲，娘亲在哪？有鬼！皇后刚想跑，却被云溪溪一把拉住。这娃娃明显缠上您了，您跑不掉的，现在出去只会让事情更糟。那怎么办？想要解决，我得先知道为什么缠着您。皇后娘娘，您还不打算说实话吗？本宫也是冤了。六皇子母妃宁氏去世时他还小，皇上不忍他伤心，说等他懂事再告诉他。但我一次说漏了嘴，六皇子受刺激跑出去，结果掉进池塘。骗子，母妃才不会死，你们都是骗子。随着哭声，屋里突然刮起一阵阴风，墙角的花瓶弹的一声，炸了个粉碎。皇后眼前突然出现一张面色清白的小脸，她尖叫一声，翻了白眼，昏了过去。云溪溪不慌不忙拿出一张扶正药，收了这小娃娃。
忽然门口有人急急唤了声：“西西。”萧长航怎么来的这么快？就在这时，原本飘在皇后上方的小娃娃突然尖叫一声。坏了，小娃娃被他身上的恶气吸引，一旦接触就麻烦了。萧长航，你这个猪队友，怎么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说时迟，那时快，云兮兮的箭步冲过去，薅住小娃娃的小辫子，甩手一张符飞出，啪的一下，正贴在萧长恒脑门上。王妃，你这准头是不是太偏了？贴的就是你，这符能暂时封住你身上恶气，不然这小娃娃受影响狂性大发，就不好办了。小娃娃被拽了回来，愣愣的看着云兮兮。这个姐姐居然能看到我，还能抓住我的小辫子。小娃娃越想，眼睛瞪得越大，咧开嘴正要说话，啪，他的脑门上被贴了一张符，小娃娃立刻化成一道黑烟，被收进了符里面。这就结束了？对啊。那刚刚如果他狂性大发，是不是连你也有危险？哦，那倒不至于，但至少要用掉我3张符纸，太不划算了。所以你拿符纸贴我脑门，就为了省1张符纸？早就听说摄政王妃是有大本事的，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突然一道身影从外面冲了进来，扑在晕倒的皇后身边。快来人，宣太医！母后您千万不能有事啊！皇后悠悠地睁开眼，有鬼！母后别慌，已经没事了。刚刚只有你们几个在房间里，怎么别人都没事，只有母后晕倒了？太子妃这么关心母后，怎么刚刚有危险时不见你挡在母后前面？摄政王妃刚刚不顾危险收服小娃娃的时候，你人又在哪呢？我刚刚是情急之下想着找人来救驾，才跑出去喊人的。再说了，摄政王妃这么有本事，她干嘛不一早就说清楚啊？还害得大家虚惊一场，强词夺理。嗨，行了，都别说了，西西啊，那个东西被你收服了。见云兮兮点头，皇后长长松了口气。唉，那还等什么？赶紧把它消灭了呀！他并没有想害人，也没有真的害到过谁，为何要消灭？那可是恶鬼呀！本宫差点就被他害死，你没看见吗？他身上又没有血债，怎会是恶鬼？我会超度他，让他转世投胎。我修的是大道，消灭没有罪孽的鬼魂，有损修行。皇后娘娘不要再劝我做这种事了。西西，本王乏了，咱们先回去吧。云兮兮点了点头，两人一起离开。好你个云兮兮，故意跟我作对！若不是国师还闭关未出，本宫怎会容你如此嚣张？母后莫急，明日秋猎便是太子名扬天下的开始，他们得意不了多久了。白莲呐，你放心，等国师出关，本宫便让他医好你的脸。明天你定要好好辅佐太子，这一次就看你的了。云兮兮就算嫁给摄政王又怎么样？自己可是天凤之命，岂是那个废物能比的？我能用魔法让你忘记你是猪。我不是猪，你看，你已经忘记了。接上集，云兮兮回到了院落，打发掉所有下人，关严了房门，然后从空间里把刚刚收的小娃娃放了出来。我要找娘亲，娘亲，你到底在哪？宝宝，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娘平时都叫我鱼儿，有时候也会喊我全名萧晨瑜。这孩子的灵魂怎么还在世间游荡？为何之前没见他去寻皇后，今天却出现了？漂亮姐姐，你带我去找娘亲好不好？我找不到娘亲了。鱼儿啊，不是姐姐不愿意帮你，是你娘亲已经去世很久了。小娃娃愣愣地看着他。你骗淫，娘亲才没有死，骗子！突然，衣里的茶杯砰的一声碎了，笔架也哗啦倒下。云兮兮赶紧掏出一张符，啪的贴在萧晨瑜的眉心。小娃娃的哭声小了些。鱼儿的娘亲是个大好人，她下辈子会过得很幸福，会有爱她的家人，一生平安喜乐。真的吗？姐姐，即使我再也见不到娘亲，她下辈子也会很开心吗？那好吧，娘亲开心，鱼儿就开心了。真是个懂事的乖孩子。云兮兮掏出符，准备超度小娃娃，但看着手上燃尽的符篆，他摸着下巴皱起了眉。按说他虽然是阳寿未尽横死，但现在已经解开了找娘亲的执念，应该可以转世投胎了才对啊。小鱼儿，你是否还有心愿未实现？鱼儿想吃娘亲做的薄撑糕。薄撑糕啊，行，姐姐一定想办法找人给你做。萧长恒的书房，南征匆匆来报：王爷，王妃那边好像有点情况。怎么说？听下人说，王妃院子里突然多出个小娃娃。哦，王爷能没听错，都是奶娃娃。走，咱们去瞧瞧。云兮兮的房间外，萧长恒皱眉，因为真的能听到小孩的声音。兮兮，
是我，可以进来吗？门打开了，迎面就飞出一张符篆，啪的贴在了他额前。王妃，你咋还贴上瘾了呢？王爷，您下次来能不能提前说一声？小鱼儿身上带着鬼气，您身上又带着恶气，俩碰到一块儿，我这儿就热闹了。小鱼儿果然看见一个3、4岁大的奶娃娃，脑门上贴着一张符，正蹲在香炉旁边凝眉沉思。香炉旁边还摆着一盘糕点。娘亲做的糕不是这样的，味道也不像。哎，这都换了3个厨子了，还是做不出那个味儿。光听描述果然不靠谱啊。你们在折腾什么呢？王爷，您听说过薄撑糕吗？听过，那是南边沿海的一种点心，味道挺好的。怎么，西西你也想吃？是小鱼儿想吃，她吃到娘亲的薄撑糕就能安心投胎了。王爷，您知道哪有会做的厨子吗？我倒是知道哪儿有，但现在也没法立刻找来。等回京后，我带你去。那就一言为定。但在那之前，你能不能别老给我贴这东西？呵呵，这不是情况紧急吗？放心，我现在就把小鱼儿收进府里，你就不用贴这个啦。王爷还有事儿吗？没啥要紧事的话。他打了大大的一个呵欠，声音含糊不清。没事，你乏了就先休息吧。让厨房随时备好膳食，他没吃晚饭，若半夜醒了定会饿。遵命，能让王爷如此上心来，也就只有自家王妃了。第2天秋猎正式开始，据说是国师闭关之前留下锦囊，言西北局势将有异动，唯有天命之师方能解除这场危机。而这天命之师究竟是哪一支队伍，便要由本次秋猎来确定。姐姐，你怎么穿成这样？这秋猎可不是弹琴绣花，你穿这身连骑马都跑不快吧？不怕拖摄政王殿下的后腿吗？脸皮又痒了是吧？我穿什么自有我的道理，倒是你操心的事儿未免太多了些。皇婶何必如此咄咄逼人？白莲她也是好心。再说，皇叔如今腿脚不便，势力又受阻，想来在秋猎中也难有作为，何必冒这个险？若是出了什么意外，岂不是让我们这些晚辈担忧？那可多谢皇侄关心了，不过你这关心有点多余啊。我家王爷眼疾这几天好多了，说不定等会儿在林子里转转就彻底好了呢。倒是皇侄儿，你可小心了，山里可不比你太子府，危险得很，你可千万要小心，别摔断了腿呀。你萧子睿气的眉毛都立起来了，但却见萧长衡的轮椅已被人推着朝这边来，他只能咽下这口气，转身回到自己队伍里。王妃，他毕竟是储君，能这样咒他，小心被人抓了把柄。我可不是咒他，他今日印堂发黑，乌气盖顶，我刚刚就顺手掐算了一下，萧子睿今日必断腿。那西西能否算一算本王今日运势如何？鲁迅先生说过，人只要经常花钱，烦恼就会减少80%，情商、智商都会提高，还不爱上火。可是我没钱啊，怎么办？这个他可没说。哎，接上集。那西西能否算一算本王今日运势如何？不算，你当天机是儿戏呢？那是什么人的未来都能随便掐算的吗？老天爷不要面子的吗？萧长行有大气运傍身，以我现在的能力根本不能轻易掐算出他的未来，代价太大不说，准确率也不会很高。懂了。云西西露出了孺子可教的笑容。王爷怎么就懂了？懂什么了？准备出发了，你就打算这样进猎场？正要跟你说此事，跟我来。云西西跟他来到一匹马跟前，这马毛色雪白，没有一丝杂质，泛着油亮的光泽，一看就是匹千金难买的宝驹。萧长行他又不能骑马，那这马肯定是给我骑的。却见某位轮椅上蒙着眼的王爷双手一撑，整个人就飞身而起，准确的落在了马背上。南征立刻上前，将马背上的后带绑在王爷的腿上。这匹马的马鞍很特殊，显然是特制来给他用的。好吧，这人能骑马，那没我什么事了。那我骑哪个？萧长衡大袖一挥，他立刻被一股劲气卷起来，就落进了他怀里。本王不能是我，今日就劳烦王妃做本王的眼睛。那是摄政王，他的腿好了吗？那千里靴是前年北仓进贡的神驹，皇上特地命人打造了特殊的鞍具，并千里靴一起赐给王爷，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振作起来，骑上这神驹。今日一行可关乎西北军权的归属，看来摄政王这是有所打算呐。好啊，朕看若不是他那王妃，怕是也没有今天这一遭。这云西西果然是他的良配。是啊，一个瞎子而已，
就算装模作样的骑上了马，又能怎么样？说不定等下就出事摔死。皇后看向也已上马的太子和云白莲，心里踏实了不少。国师可是说了，天凤的气运极为强横，只要太子按照云白莲指引的路线走，今日这秋猎的魁首一定是太子的。时辰到了，按身份顺序，萧长衡既是摄政王，又是众皇子的皇叔，自然是在最前面。王爷，末将关右侧这条路地势开阔，可见走兽足迹，想来沿着这条路下去，定有大型猎物，咱们选这条吧。王妃觉得呢？想要夺魁的话，就不能走这条。王妃如何下此断言？莫非你的野外狩猎经验比我们这些武将还多不成？若让我选的话，就走左边这条。恕末将多言，左边这条又窄又陡，看着就不像一条通路，说不定没走多远就堵死了，岂不是图浪费时间？王爷三思啊！走这条路必有大收获，爱信不信。西西的话，本王当然信。好，就走左边。就算那女人是王妃，对王爷说那种话也太过放肆了吧？可王爷竟然毫不生气，还真听信了他那毫无来由的判断。畅将军，走吧。王妃说这条路最好，那一定错不了。常宗衍等人却把他这话当成了无奈。前些日子盛传妖妃祸国，不会是真的吧？他不情不愿地跟了上去，心头想着一定要找时机劝诫王爷，别被温柔乡所迷，耽搁了大事。萧长衡一行人刚离开，太子队伍也到达了路口。他们怎么选了那么窄的一条路？怕是通行都困难，怎么可能打得到猎物呢？那你觉得该走哪一边？当然是右边啊！我这几日才练的骑马，辛苦死了。右边又宽敞又好走，能少颠簸一点，当然就选这条。好，就走右边这条。萧长衡这一队刚走了不到5里，前方没路了。这就是王妃娘娘所说的大收获？当然不是。云溪溪四处看了看，指着一处密林道：“往这里面走。”王妃不是开玩笑吧？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有路？这王妃分明就是个花瓶，还拎不清自己的位置，颐指气使的，简直是不知所云。萧长衡脸色一冷，手上马鞭扬起，他说话的部将都没反应过来，已被一鞭子抽下了马。再让本王听到谁敢对王妃不敬，定重罚不饶。云溪溪看了正在狼狈爬起来的将官一眼，你妻子明晚会难产，你最好请个假，早些回去做好准备。王妃娘娘莫要拿末将开心，我媳妇还有1个多月才足月呢，怎么会明晚就生？她会早产。今日秋猎结束后，众将都休沐3日吧，若能夺得头筹，额外有赏。王爷竟因他一句随口之言，就下令所有将官休沐3天，必须想想办法，绝不能任凭他继续蛊惑王爷。没过多远，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巨大谷地，中央有一潭碧水，四周青草萋萋，羚羊、梅花鹿在悠闲地吃草。潭水畔竟有一小群野牛，或站或卧，扎堆休憩。没想到皇家猎场还藏了这么块宝地，这简直是别有洞天啊！可不是吗？咱年年秋猎都要来这么一遭，可还从来没听说过山里有野牛。你别说，王妃还真挺神的啊！这真的不是瞎猫碰死耗子撞上的吗？早跟你说了，听王妃了准没错，习惯了就好。是错觉吗？南将军，你得意个什么劲儿呢？叫小姐姐显得轻浮，叫美女又显得老套。女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臭流氓！是俺西西吧？接上集。是错觉吗？南将军，你得意个什么劲儿呢？众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将领，立刻投入到狩猎中去。而此时，太子那一队也进行到了山中腹地。走这么远了，除了几只山鸡，什么也没见到。太子妃确定这条路后面有大猎物吗？哎，太子哥哥，你看他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在怪我瞎选路吗？那要不后面我不管了，你们自己决定走哪条吧。怎么会呢？白莲，你是天凤之命，气运加深，你指的路那一定是能让我们夺魁的路线，不用听别人怎么说，只管领路便是。有些人不懂就不要乱插嘴了。太子妃奉命可是国师大人亲口批的，难道你还比国师算得更准不成？有猎物了，我就说走这条路没错吧？快追上他！只看见前方一只野兔蹦蹦跳跳消失在树林里。太子妃说的猎物不会就是那只兔子吧？兔子又怎么了？凡事不都得讲究个循序渐进吗？连个兔子都打不到的话，还谈什么豺狼虎豹？没错，已经见到猎物了，就是个好的开头。
相信白莲一定能带我们找到最好的猎物，一举夺魁。又不是小孩子初学打猎，循序渐进是这么用的吗？气疗的想法刚冒出来，还没捂热乎呢，突然听见一阵流水声，这声音跟普通的流水不同，竟是由隐隐约约到逐渐清晰，仿佛水源在渐渐接近一般。快听，那边有水声，听说山里的泉水特别甘甜，我早就想尝尝了。不行，别过去，那根本不是水声，而是毒蛇。太子殿下，快拦住他！叶兄莫要说笑。本宫还从未听说过蛇会叫的，更何论发出如此逼真的流水声。我说叶之深，这一路你够了吧？就算你对太子妃再有意见，也用不着说出这种话来寻她开心吧。我还没无聊到那个地步，太子妃只听太子你的话，再不把她喊回来，怕是要有危险。够了，我知道叶兄看不惯太子妃，但我现在就把话说清楚，今日秋猎一切行动都听太子妃的。谁若是非要跟他对着来，就是。众人猛地转头，正看见云白莲那匹马猛地立了起来，云白莲尖叫一声，被甩了下去。快救人！注意那周围有毒蛇，别被咬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无稽之谈？真的是蛇！只见那马已经轰然倒地，开始口吐白沫，马腿上果然有一条长蛇紧紧咬在上面。没事吧？有没有受伤？要是天凤不能参与狩猎，那胜负可就不好说了。太子哥哥，吓死我了！幸亏你英明神武救了白莲，不然……太子殿下，咱们接下来还是谨慎行事为好。走吧，你没了坐骑，跟本宫同乘一匹好了。午时过半，山谷潭水旁一片欢腾，旁边空地上堆满了各种猎物。王妃，兔肉烤好了，快尝尝味道怎么样？这可是王爷专门说让你先尝了。不是这些猎物都要带回去的吗？怎么烤了？是都要带回去比赛了。但要不是王妃能引路，咱哪可能打到这么多猎物？这只野兔是常将军专门猎来给王妃了。云西西不由得转头看向常宗衍。不管怎么说，这宝贝猎场要是没有王妃，光凭我们肯定是发现不了。王妃当之无愧是今天的大功臣。猎物都是常将军和你手下将领打的，你们的功劳丝毫不比我小。好香，这谁的手艺？有2下子啊？是属下烤了，烤肉可是我的绝活，就知道王妃肯定会大吃一惊。抬头一看，好家伙，不止一个人赶忙移开目光，慌忙擦着口水。不是打了好几只野兔吗？都烤了，给大家分了吧。呵，剩下的都是要带回去了呀。野兔虽小，但万一差了这几只就输掉比赛。不用，我们吃鱼就行。抓了这么多鱼，足够大伙吃的。王妃，你不用理他们，都是些糙汉子，不差这几口肉。那你觉得，如果能打到猛兽，还用得着这几只兔子凑数吗？那当然不用啊！咱们这一行虽收获颇丰，但猎物全是吃素的，还一只猛兽都没打到呢。大家把剩下的野兔烤了，吃完之后骨头埋在右边的林子里，然后大家埋伏好，会有大惊喜哦。A few moments later， 仅仅过了不到半炷香的功夫，忽见一个巨大的身影从林子里钻了出来，竟是一只花斑大老虎。常宗衍两眼直放光，一声令下，几支箭嗖嗖嗖就射过去，猛虎很快就从山中之王变成了大号战利品。王妃真是神机妙算，老常我这回是真服。就在摄政王这边满载而归的时候，太子这一队忙活了大半天，只打到一只山鸡。白莲，时候已经不早了，到底什么时候能找到猎物？你在走什么神呢？今天这场秋猎可是关乎西北军权的大事，能不能认真点？我知道的，我也在努力嘛。太子哥哥，你也知道我这天凤之命又不是自己选的，是本就该运势好。那这么久都没有收获，会不会是因为太子哥哥你其实心里不那么相信我呢？怎么会？我自然是信你的，别急，慢慢来就好。这还差不多。哎，那边好像有东西，是鹿，快过去看看。萧子睿立即追了上去，众人也急忙赶紧追上。边上级突然一声巨响，太子一行人掉进了一个大坑里。太子的腿断了，快帮忙啊！太子哥哥伤得好重，怎么办啊？快把太子殿下带回去，这腿得赶紧找大夫接骨，不然的话会留下后遗症的。预定时间接近，皇后期待地看着猎场出口的方向，却迟迟不见太子队伍。摄政王的队伍也还没有返回。这眼看时间就到了，皇帝和太子这两队怎么还未归？许是猎物太多，搬运回来得花些时间吧。皇上再等等，
说不定后面会有惊喜。话音刚落，就听有人高声道：“有一队人回来了，是太子殿下。”瞧，正说着呢，就回来了，快好好清点清点太子的猎物。陛下，太子殿下摔断了腿，需要立刻医治。什么？快传太医！怎么会这样？难道你们遭遇了什么猛兽狼群？你们这一队收获如何？回皇后娘娘，本队只猎到了一只山鸡，太子殿下是不慎骑马落进了坑里，才摔断了腿。皇后呆滞地跌坐在地上。很快，萧子睿接骨包扎完毕，被抬了过来，身后是垂头丧气的一队人马。儿臣没事，皇叔那一队到现在还未归，时辰已到，是不是该宣布结果了？只要摄政王没在规定时间返回，那太子队理所当然就是赢家了。是啊，陛下，摄政王一队看来是误了时辰，还是先清点宣布比赛结果吧。皇上看了一眼计时的香，确实眼看就要烧到底，点点头，刚要开口，摄政王的队伍回来了。一匹毛色雪白的骏马驮着两人疾驰而至，正是摄政王和王妃。只有人按时赶到了，又怎么样？看这情形，分明也是什么都没猎到吧？摄政王，怎么只有你二人赶了回来？猎物呢？老皇兄、皇嫂久等了，这一行托王妃的福，收获极丰，因猎物太多才回来迟了些，请皇兄见谅。快让朕看看，你们都猎到了什么？话音未落，部将已带着猎物出现。老虎，我的天，还有这么大的野牛！这还好几头鹿，羊还没完，后面还有。咦，长江军人啊！摄政王手下所有人都回来了，怎么唯独不见他这个大将？痛快！我老常年秋猎，从不空手而归，却从来没像今年这样痛快过。熊，长将军竟然猎到这么大一头熊！早听说长将军神勇无匹，力能扛鼎，以为是夸张，今日才知名不虚传啊！如此看来，我大梁天命之师当属摄政王这一队啊！萧子睿脸色彻底黑了，只打到一只山鸡已经够气的了，没想到摄政王那队竟然这么夸张。恭喜摄政王满载而归！天命之师非摄政王这一队莫属。在声声对摄政王的赞颂中，皇后忽然看见天空中有只老鹰在盘旋，眼睛一亮。陛下，国师早已说过，狩猎时节若有雄鹰出现，与江山社稷而言，那是天大的幸事。此话怎讲？若雄鹰不出，那自是要以狩猎的走兽来定天命之师；但雄鹰既出，则各队首领中谁能射下雄鹰，才是当之无愧天命之师的统帅。就是说，想赢得天命之师的称号，还必须要射下老鹰才行。正是，不管之前猎物多少，只要看哪一队的首领射下老鹰，哪一队就赢了。既然是国师所说，那便由各队再比一轮吧。陛下，这么一来，我们之前打了那么多猎物，不是都白折腾了？怎么能这样呢？长将军此言差矣，今日这场比试本就不是为各自私利相争，而是要选出天命所归最适合领兵御敌之人，是为了我大梁江山社稷。长宗眼气的眼珠子都瞪圆了。无妨，既然再比一场便能服众，那就比。瞧本宫这记性，都忘了摄政王眼睛不方便，可国师说了，必须是领队之人射下老鹰才作数，这可如何是好？这不是故意挤兑王爷吗？简直过分！众卿稍安勿躁，这老鹰射不射得下来还未可知。若最后没有一人射下老鹰，自然还是按猎物算输赢。皇上都发话了，长宗衍等人也不好再说什么。谁稀罕什么奖赏？他们就是针对王爷。萧子睿的腿骨已接好固定，只能坐在椅子上。不过他这一次胸有成竹，他可向来都是众皇子里射法最准的。这老鹰他设定了。在众人紧张的目光中，皇上大手一挥，比试开始。忽听一声清越的功鸣，紧跟着就是破空声直冲云霄。是谁这么快就放了第一箭？射中了！开玩笑吧？报，陛下，是摄政王的箭。什么？萧子睿猛地转头，不敢置信地瞪向萧长航，却见他骑着千里雪，手执百弹弓，昂首傲立，漆黑双目正炯炯地看着天空，唇角勾着胜利者的笑。他的眼睛竟然恢复了！皇帝，你这眼睛好了。若皇叔的眼睛早就好了，为何还要蒙着白纱装作看不见？皇侄可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我家王爷最近眼疾好多了，在林子里多转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好了呀。还得谢谢皇嫂的提议，本王也是急着射那老鹰，才摘下遮眼布试一试，不然还没发现我这眼睛已经恢复了呢。接上集。王妃，您说我媳妇会早产，那她会不会有危险啊？你回去后路过的第3家医馆，请那里的产婆去接生，
可保母子平安。多谢王妃，我这就回家去。修炼结束，众人回到京城，天命之师和金钱毫无意义地归属于摄政王。母后，真的不是白莲不尽力，这一次太子哥哥分明是被云溪溪下黑手印了呀。什么意思？那个云溪溪又做了什么？白莲说的没错，云溪溪在狩猎之前就断言我会断腿，若不是他早就布置好了黑手，怎么可能会说的这么准？反了他了，竟敢如此坑害我儿！我在云府时就察觉云溪溪有些邪门，可没想到他的手段竟如此毒辣。若他以后再对太子哥哥出手，那可怎么办啊？怕什么？他那个妖女不过是趁着国师闭关，小人得志罢了。你们这2天少去招惹那妖女，再过几日国师就出关，到时候我看他还能怎么蹦跶。望妃，今日属下能否斗胆，请望妃去陪王爷一同用膳？怎么？是他找我，还是你想让我去找他？是属下自作主张，但是今日正值十五，王爷塌了肚又要发作了。知道了，你去通知王爷，等下我会过去。是。对于云溪溪突然的到来，萧长衡有些意外，但自是欢迎。两人安安静静地吃完了一餐，萧长衡见他没有离开的意思，便叫人上了茶。云溪溪一边喝茶，一边看着萧长衡，若有所思。是本王哪里不妥吗？你这么盯着我做什么？云溪溪拿出一块玉佩，今夜你把这个随身佩戴，不要摘下来。萧长衡接过玉佩，眸光微微闪动。你亲手雕刻的，送我的？云溪溪点点头。今晚我留在这儿。南征，再备一床铺盖来。王爷这是要让王妃打地铺吗？王妃睡床。不用。南征站在一旁，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拿不准到底该听谁的。算了，还是听王妃了吧。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总感觉王爷还有点小期待了。云溪溪喝完一杯茶，闭上眼开始打坐。萧长衡去书架上取了本书，找个离他不远的位置读了起来。不知不觉就到深夜，萧长衡终于看向几次欲言又止的南征。有事？王爷今日没有毒发。萧长衡捏起玉佩，唇角浅浅勾起。王爷已经亥时3刻了，恁该歇息了。西西，时候不早了，你还不睡吗？我这样就好，你困了便睡吧。原来王妃说不用再拿一床铺盖，是这个意思。她是准备打坐一整宿吗？南征服侍王爷睡下，悄然退了出去。丑时3刻，云溪溪突然睁开了眼，抬手在空中虚化，一道符文快速成型，悠忽朝外飞去。云溪溪眸光一凝，现出一缕神识，朝那道金芒追了过去。大约1炷香后，神识归位，身子有些发虚的晃了晃，忽然一只大手扶住了他的肩。吵醒你了？你守了一宿，现在可以说原因了吗？我想试试能不能追踪到你这恶咒的源头。很危险吧？我现在还不确定，找机会再观察看看吧。今夜没事了，你睡吧，我也该回去了。等等，那个你能不能别走？你不会是一个人害怕吧？萧长衡脸色一黑，但他却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那我去找南征过来。别，这是秘密，我从未让任何人知道过，你是头一个。行吧，那我不走，我……刚刚那个追踪术消耗有点大，他这会儿眼皮都快睁不开了。今夜西西受累了，好好歇息吧，我保证不吵你。第二天一早，云溪溪带着丫鬟乔出了门，逛了一会儿，乔儿好奇地问道：“小姐，您不是来买东西的吗？怎么什么店面都不进啊？”谁说我是来买东西的？我要买的是铺子。啊，小姐，您要做生意吗？也算是一种生意吧。云溪溪突然站定，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幢规模不小的阁楼，眼中青光闪过，忽地勾起了唇。小姐，你到底要做什么生意啊？就是它了。云溪溪指了指阁楼，迈步从大门走了进去。巧儿看了一眼楼前的招牌，脸色突然大变。小姐，这个可不能进啊，这里可是花楼啊。25集，小姐，那外面招牌上明晃晃的天香阁几个大字，你咋就闯进来了呢？淡定。进入大厅，奇怪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桌2、3个客人。老鸨见有人进门，迎了上来，却发现是2个姑娘。这位姑娘，敢问是来找人还是来赏娶？我找你们这天香阁的东家。请问您是哪位？找我们东家有什么事？你们3楼出问题不是1天2天了吧？去告诉你们东家，我能解决。姑娘跟我来，我这便带你去见我们东家。哟，于妈妈您不厚道啊！这天香阁什么时候竟来了如此貌美的姑娘，竟都不喊出来伺候爷，亏爷还在你这楼子最不景气的时候照顾你生意呢。
陈公子您误会了，这位可不是我们楼里的姑娘，她是我们东家的贵客。不是你们这儿的，那不是正好？这位小娘子，不如跟爷回去，做爷的小妾，吃香喝辣，怎么样啊？放肆，竟敢侮辱我家小姐！你知道我家小姐是什么人吗？她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子是谁。告诉你们，这位可是当朝皇后的亲弟弟，是咱大梁的国舅爷。咱国舅爷看上你，那可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可别给脸不要。这小丫鬟也还蛮清秀的嘛，到时就跟你家小姐一起入府，做个通房，爷一样疼爱你，好不好？你这个不要脸的登徒子，国舅爷又怎么样？我家小姐那可是……巧儿都要气炸了，指着陈国舅的鼻子就想搬出摄政王来，但突然又想起，要是让人知道摄政王妃跑到花楼来，那小姐的名声不就坏了吗？你身上有血债，如今夜夜不得安且，离报应不远了。臭娘们，你敢污蔑老子？老子看你有几分姿色才给你点脸，我看你是……林西西目光一寒，拿起桌上茶壶直接砸在了他脸上，烫死我了！就算是皇后，我也照剖不误，你又算老几？敢暗算老子，还不把他给抓住！小姐你快跑，我拦住他们！人渣不好好教训一顿，我今天饭都吃不香！你闪开！片刻后，3个男人鼻青脸肿地飞出天香阁大门外。舒坦了。王爷，不好了，王妃她……又是说清楚，吞吞吐吐像什么样子？属下等人奉王爷之命保护王妃，却见她进了东街的一家花楼。萧长衡手里的茶杯碎得不能再碎。你可知道胡乱勾陷王妃是什么罪？属下岂敢？属下是亲眼看见王妃进去的，谁会乱编这种掉脑袋的事啊？备教。是。他也不想相信暗卫的话，但是一想起之前王妃各种意想不到的大胆行径，又觉得他真干得出来。但是花楼，王妃娘娘，恁什么时候能让人省点心啊？带上500抚卫。遵命。王妃恁自求多福吧，王爷发火，怕是那整个花楼都要夷为平地。小姐您太威风了。这算什么？若是自己修为恢复到原本的水平，收拾这么几个人渣，连手指都不用动一下。姑娘，你得罪了国舅爷，他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带人来抓你。你们还是快些离开吧。若他真的带人返回，那我现在离开的话，你们这天香阁不就倒霉了？你不怕东家怪罪？于妈妈面色一顿，正要说话，楼梯上方突然传来一声轻叹：“唉，反正这里早就该关门了，总不能为了多苟延残喘几日，就把你这么美貌的小姑娘往虎口里送。”东家，您怎么下来了？听见楼下客人吵闹，便来瞧瞧状况，没想到还能看到一出好戏。你便是这天香阁的东家？小女子穆红玲，不知姑娘如何称呼？云西西。云西西，帝京只有一个云家，你莫不就是摄政王新迎娶的那位王妃？不必多礼，你们把我当成个普通客人就好。小姐，你怎么就说出真实身份了呀？这里可是花楼。放心，小女子还没那么爱嚼人舌根，只是不知道王妃怎么会来我这地方。东家，王妃娘娘说能解决3楼那房间里的问题。穆红玲眸色微动，我听闻徐大儒和明国公都说过王妃有本事，但我这里的问题可能跟您之前遇到的不太一样。王妃若是没有把握，不必勉强。她还没成厉鬼，算不上危险，交给我好了。王妃，请随我来。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就好，我去看看。这是一间女子闺房。小姐，这里真的不干净啊。怕你还飞进来。小姐，你不在身边，人家更怕嘛。云西西视线在房间里扫了一圈，目光落在了桌上的一把玉骨扇上。就是这东西作祟。王妃果然厉害。这扇子里的魂魄是你楼里的姑娘吧？王妃，其实我有一事相求。上集，这扇子里的魂魄是你楼里的姑娘吧？这玉骨扇本属于楼里一位名为骆子熙的姐妹，可怜她命薄，数月前突发疾病过世。下葬时，我将这把扇子作为了她的陪葬。可就在骆子熙下葬的第7天夜里，这扇子突然出现在天香阁，而且隔3差5就会出来到处乱晃，吓到客人。那你不会把它扔得远一点？我想了各种办法把这扇子送走，可它第2天又重新出现在这房间里。没有去寺庙或道观找人帮忙吗？
那些和尚老道说，这扇子被骆子熙的怨灵所附，定要除了他才算替天行道。可子熙他也是个可怜人，他又没有害过人，怎的就要死后还得落个魂飞魄散的下场？我实在不愿，便再没找过那些人。这反倒是好事，否则他们不一定对付得了这把扇子，说不定反遭杀孽。若王妃真的能将子熙妹妹安抚住，把这玉骨山送走，便是保住了姐妹们的栖身之所。我在这里所有姐妹感谢你的大恩大德。这扇子遮蔽了他的魂魄，使得鬼差无法找到他，也因为这扇子的灵气，才令他没有迷失本性，化为厉鬼。只不过他目前的状态已经越来越糟，如果不快些处理，化为厉鬼是迟早的事。孟红玲听他这样说，不由得露出了担心的神色。不过既然我来了，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只见云溪溪双指并拢，一道光唰地照在玉骨扇上。宁话音落下，只见玉骨扇突然自行凌空而起，唰的一下展开了，一个女子的虚影浮现出来。子熙，是你吗？东家，妹妹，你已经不在人世了，就安心的去吧，何必缠着我们这些活人不放呢？东家，求你带我离开这儿好不好？我自己怎么也出不去，你帮帮我，求求你了。王妃，她这是怎么回事？为何一个劲说要我带她离开，她自己为何又出不去？他生前有执念，又持有这具有灵性的玉扇，魂魄才滞留人间。像他这样的情况会被死去时所在的地点束缚住，无法离开太远。那是不是我带他离开，完成他的心愿，就能让他解脱？不一定，也许离开这里并不是他的真正心愿。听他这么说，穆红玲心里很是复杂。妹妹，你到底有何未完成的心愿？说出来，王妃或许能帮到你。女子眼神渐渐清明，忽地流下泪来。我好想再见他一面。你想见谁？我想见的是这玉骨山的主人。这扇子不是你的吗？还是说你想找到送你这把扇子的人？不，这把扇子不是我的，是几年前我在街上遭人轻薄，被一位路过的公子所救。他走后，我才想起都没来得及问他的名字，只在地上捡到了这把扇子。自那时起，我便时时带着这玉骨山，想着哪天再见到他物归原主，还要好好道一声谢。还没见过哪个鬼的执念是捡到东西还能归还呢，这分明是惦记上人家公子了。难道几年间你都没能再见上那位公子一面吗？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吗？我也想方设法打听过，去问那日在附近见过他的人，但一点头绪也没有。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印象都很深，却没人知道他身份来历。这么说，难道他不是地京人，只是几年前临时到地京办事？天下这么大，可要到哪里去找人呢？他是地京人。真的？你能带我找到他吗？梦碎除了梦卡，梦谁碎除了梦谁卡，大地瓜那么烤地瓜，1块钱能买仨。不用找了。云溪溪盘算着刚刚掐出来的卦象，若有所思。等着就行。我找了他几年都没有音讯，若是等，又要等多久？跟着我，我保证你今天就能见到他。骆子熙立刻展颜，身形忽地消失，悬在半空的玉骨扇啪的合上。那我现在起跟你寸步不离，你可不能骗我哦。王妃，他所寻之人真的很快会出现。卦象上是这样，而且那人现在应该离这里不远了，我们去门口等着看看吧。几人下了楼，还没等走到门口，就见一群老子还担心你跑了，这回正好是你自己乖乖给老子磕头道歉，跟老子回府，还是让人捆起来好好招待，你自己选。楚曦一直心心念念的，不会是这个人吧？不是他，他找的人祖籍在地京，身份贵不可言。这位可是国舅爷，这身份难道还不算高贵？跟那人比起来，这姓陈的人渣屁都不是。骆楚曦寻找的那人出身高贵，大气运加深，只是近几年出了些状况，气运被压制，因此深居简出，极少抛头露面。那人的状况怎么有点熟悉呢？你骂谁屁都不是呢？老子可是皇亲国戚，信不信老子治你个大逆不道之罪，抄家灭族？你印堂发黑，面色晦暗，是霉运缠身之象，马上就有血光之灾。小贱人还敢咒老子，还都愣着干什么？马上把他给我按住！一众打手闻声而动，全都朝云溪溪扑过来，吓得于妈妈拉着穆红玲，巧儿紧拽着云溪溪就想往后躲。别慌，王妃都没躲，咱们怕什么呢？你现在求饶也来不及了。话音刚落，一道劲气自门外直袭过来，将最先冲到云溪溪身边的2个打手猛地击飞，撞在墙上。我倒要看看，谁敢动他？谁他妈敢阻挠老子？给我一起打！打死了有老子兜着你们怕什么？给我上！把这女的拖到街上，
老子今天就在这大街上办了他。然而不等马寿再有动作，门口突然冲进许多全副武装的侍卫。陈国就刚想开口大骂，但看见这些侍卫整齐划一的制服，再一看领队之人，南征，摄政王的心腹怎么会在这儿？他刚刚说保护谁来着？那声音该不会是……他浑身僵硬，机械的慢慢回身，朝门口望去。摄政王，接上级。摄政王，哼！萧长恒一直扬手，陈国就被又一道劲气打飞，双腿磕在墙上，发出清脆的骨裂声。掉下来的时候，身上某个物件不分地撞在了桌角上。太惨了，国舅爷的3条腿全废了。陈国就双眼一翻，疼晕了过去。小姐，王爷他好像很生气。某王爷黑着脸来到云西西面前，南征不动声色地往后挪了挪。枉费了担子没有极限，但王爷的忍耐力是有上限了。这下怕是真了怒了，王妃能自求多福吧？王妃没有什么话想对本王说吗？然而云西西的解释还未到，他手里的扇子却抢先飞出来。就是他，苍天垂怜，我终于找到他了。什么东西？只见那扇子悬浮在空中展开，须臾间一个妙龄女子出现在眼前。好了，人已经找到了，你还有什么心愿不妨跟他讲。小女子骆子熙，数年前承蒙公子相救，落下此扇，子熙一直悉心保管，只为有朝一日再见公子，好将原物归还。太好了，是不是这扇子还给王爷，子熙姑娘就可以转世投胎去了？怕是没有那么简单。果然，骆子熙面带羞怯道：子熙寻找公子，一来是想将这玉山归还原主，二来是想报答公子的救命之恩。子熙明白自己出身低微，只求能随侍公子左右，即便为公子做牛做马，也心满意足。萧长恒眼皮猛跳，下意识地看向云西西。王爷好魅力，人家姑娘都做鬼了，还对你念念不忘，这份深情当真是感天动地，千万别辜负了人家呀。那扇子不是我的。什么？怎么会呢？我那日亲眼看见这扇子从您身上落下来的，拾起来想追上去，却再找不到你的身影。扇子是南征的，许是那日天气有些炎热，本王暂时借用了一下而已，时间太久远，记不清了。王爷能那把扇子价值连城，属下像是那么有钱的人吗？既然你替南征保管着扇子这么多年，我看你二人也是有缘分的。他这么多年跟着本王劳苦功高，你若真想报答我，就跟着他，服侍好他吧。王爷，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那是个普通姑娘吗？那可是鬼，能不能自己不想要，就让属下背锅呀？南征可怜巴巴地看向云西西。王妃，恁可不能见死不救啊！骆子熙紧紧抿着唇，眼中溢出一层水雾。可是我……你不是感恩本王，做牛做马都愿意吗？本王也不为难你，服侍好我的侍卫这点小事，想必你定是愿意的吧？骆子熙一张小脸变了几变，忽地化作一股青烟钻进扇子里，玉骨扇吧嗒一下掉在地上，没了动静。王爷威武，鬼都让你给整自闭了。场面一度寂静。我怎么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嫌弃来？我招谁惹谁了？凭啥连鬼都嫌弃啊？云西西上前把玉骨扇捡了起来，试图想劈开扇面，扇子纹丝不动，一副说死也不肯打开的模样。这他还能不能投胎啊？王爷，那这扇子你还要不要了？我都说了，那不是我的。好嘞，既然如此，那它就归我了。你拿它做什么？反正又不是你的东西，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呗。南征悄悄往后退了退，生怕王爷一个想不开，非让他收着扇子。王妃是要带子熙离开天香阁吗？那倒也不全是，我正想跟你谈这件事呢，能不能借一步说话？王妃请随我来。萧长恒看着两人上了楼，眯了眯眼，淡声道：都出去。抚卫压着陈国舅带来的打手全都退了出去。陈国舅在被人抬起来往出搬的时候，哼哼着转醒。救命啊！快请太医！他正哀嚎着，就看见了面无表情的摄政王，吓得差点又晕过去。王爷，我真不是故意的，是王妃她自己不表明身份啊，否则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求王爷看在我长姐皇后娘娘的份上，宽宏大量饶我这一次吧。谁都知道这是个喜怒无常的煞神，就算自己姐姐是皇后，她一怒之下也说不定真把自己嘎了。先服个软，保命要紧。南征，属下在。把他保了，游街示众1个时辰。什么？我姐姐可是皇后，王爷你这样做想过后果吗？再加1个时辰，在此之前不得让太医医治。陈国舅双眼一翻，又晕了过去。云西西跟穆红玲在2楼找了个僻静处说话。我要买下你这天香阁，开个价吧。
小姐，你要做的生意不会是开花楼吧？原来我一直不太清楚自己的择偶标准，直到遇见了你，我才明白，你这样的不能要。接上集，这个花楼和里面的姑娘我买了，开个价吧。王妃，你的意思是？放心，姑娘们如果不愿留下来，也可以自己另找下家，自行离开。王妃，这怕是使不得。这楼里的姑娘都是奴籍，是不能给自己赎身的。若流落在外，只会被人当成货物一样买来卖去。我经营这里也是为了让他们有个栖身之所。若是就这样把天香阁卖了，怕是不妥当。如果我买下这里后，他们不用再接客，而且只要表现良好，1年内都可脱离奴籍的身份呢。王妃您真愿意这样做？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就说这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呢？且先看对方的条件自己接不接受得了再说吧。王妃请讲。我平日里忙得很，不可能亲力亲为打理产业，所以我的条件就是你必须留下来继续替我打理。就这么简单？那可未必哦。云西西把手里的玉骨扇晃了晃，替我打理产业，少不得要接触这一类的事。你想清楚，如若不愿，也不必勉强。穆红玲盯着扇子看了片刻，小女子愿意替王妃分忧，只要王妃愿意解除他们的奴籍，这天香阁我可以分文不取，姐妹们就全托付给王妃了。这楼子当初可是东家花光积蓄盘下来的，怎么能分文不取就送人呢？我意已决，不必再说了。只是我希望王妃将刚刚说的条件立下字据，若1年后您做不到，我有权收回产业。很好，成交。穆红玲带着于妈妈去取房契和账簿。小姐，这个花楼已经名声在外了，要是让人知道摄政王妃成了这儿的主人，那还了得？放心，很快就没什么活人能记得这件事了。楼下拐角处，凭借超长的耳力拼墙角的某王爷，目光也变得茫然。他这是想干嘛？云西西很快就签好了字据。你先做好准备，我过几日会来正式给天香阁更名。出了天香阁大门，云西西吓了一跳，只见街道密密麻麻站着好几百王府私兵，目所及处已经完全没了百姓路人。你怎么会来的？还带了这么多人？府上进了刺客，追到附近没了踪迹，正巧遇上而已。南征默默擦了把汗，王爷你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了，明明是被王妃光花楼给气了。云西西倒也没计较这话的真假，他看见路边停着的摄政王专用的特制马车，眉眼一弯。你来的正好，我先眯一会儿，到王府喊醒我哦。当天晚些时候，南征面色复杂来报，王爷，王妃她院子里又多了个小娃娃。某王爷来到云西西院外时，正见他迎面走来，手里拿着一把黄符。他立刻停住，一脸警惕地看向他。行了，这符可不是用在你身上的。说着，他站到院子正中，掐着决一扬手，几张符就分别朝8个方位飞去。好啦，以后这院子里面你们就可以随意走动啦，不要往院墙外跑，否则会受伤的哦。话音落下，2个小小的身影立刻穿墙飘了出来。好好看的夫妇呀，夫妇你也是来找西西姐姐玩的吗？小坏蛋，明明管云西西叫姐姐，怎么到我这里就成叔叔了？六皇子，这个可是你家皇叔，是摄政王哦。哦，皇夫好。皇叔好。那是我的皇夫，又不是你的。是这样的吗？萧长恒看向扎着2个羊角辫的小丫头，看上去只有3、4岁，比六皇子还要小。这又是哪来的小孩子？哦，她叫叶星瑜，是忠勇侯夭折的长女，她身上气运已然被抽光，少说也要遭10世的罪，才能过上平静的生活，所以我才把她留在身边，跟着我积累些功德，再送她投胎。你盘下天香阁也跟此事有关？算是吧，小家伙们投胎需要功德，医治好你的腿，也需要我的修为恢复到一定程度，而我想要加快修行速度，则需要信众。天香阁如何能给你带来信众？你到底打算做什么？当然是摆摊算命啊。王妃刚刚说了个啥？凤七公母后急召我们来，说是跟国师有关，到底何事？是不是国师大人出关了？那他什么时候帮我治理？你能不能别一天到晚只惦记着自己那点事？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云白莲见他面色隐隐带着怒意，
样样的闭上了嘴。国师暂时还没出关，不过白莲你放心，一旦他出关，本宫定会马上让他给你医治。谢谢母后。不过今天找你们来，也确实是因为国师他得知秋烈之事后，派人送了个锦囊。云白莲上前接过，走回太子跟前，把锦囊打开，两人一同观看。找对象有2种人不能要，一种是有对象的，咱不能干的缺德事；一种是没对象的，别人不要，我们也不要。接上集，国师说法华寺方丈手里有一串佛珠，自带灵性，能驱邪避恶，凝聚气运。若此事是真的，那灵佛珠我们必须拿到。国师还说，那佛珠会自行择主，若是旁人，就算方丈肯割爱，那佛珠也未必会肯。但如果是天凤出面，还怕灵佛珠不择主吗？云白莲一听，终于又有了自己用武之地，自是高兴。好，那我们立刻启程去法华寺。灵佛珠就一串，可不能让别人抢了先去。皇后娘娘，你可要给我做主啊！陈国就被人用担架抬了进来。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伤成这样？快传太医来！皇后娘娘可否介意不说话？灵佛珠还是要早些拿回才好，你2人快些去吧。萧子睿虽好奇国舅是怎么回事，但到底是灵佛珠更重要些。他立刻点点头，带着云白莲离开了。皇后娘娘，是摄政王，他和他那王妃简直恶毒，就要害得咱们老陈家断子绝孙。你说什么？给我说清楚！陈国就声泪俱下，控诉摄政王夫妇如何欺负自己，当然略去了自己见色起意的部分。简直岂有此理！他摄政王难道就可以如此无法无天了？我现在就去找皇上主持公道，必须让萧长衡给个说法。皇后刚站起身，又突然冷静了下来。摄政王虽然为人狠辣，但也不至于平白无故找他的茬。你是不是还有事情没交代清楚？陈国就见躲不过去，这才半遮半掩的把他看上摄政王妃，想抢回府去当小妾的事讲了出来。你想气死我是不是？竟然敢当街觊觎摄政王妃，你可是本宫的亲弟弟啊！这不是把本宫的把柄往摄政王手里递吗？我哪知道那是他的王妃呀！再说哪个王妃会出现在天香阁那种地方啊？打死我也想不到她会是王妃啊！等等，你说云西西她去了天香阁，当真没有骗我？绝对没有，我可以对天发誓，不信您可以派人去查。云西西，这一次你可算让本宫抓到把柄了。你先回去好好养伤，放心，这个仇很快就能报。云西西一大早便带着巧儿出了门，坐上马车直奔法华寺。上次在恶僧手里抢来的灵佛珠不是凡物，还是还回去吧，顺便再拜会一下这个有本事的方丈。半个时辰后，马车在山脚停，云西西下了马车。咦，我当是谁呢？姐姐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云西西回过头，只见云白莲和萧子睿正坐着2人抬的小步辇走过来。怎么哪都有这2个货？都是堂堂摄政王妃了，怎么王爷连个步辇都不给安排啊？哟，黄侄儿腿都折了，还有空到处溜达呢，看来还是摔得轻啊。不劳摄政王妃操心，我好得很。这女人绝对是故意的，就是想吸引自己的注意。你们看看这满山的人，但凡没缺胳膊断腿的，哪有不自己走去让人抬上去的？那可不，来烧香拜佛，这点诚心都没有，还拜什么拜？那所求之事能灵验吗？反正跟咱们无关，管他呢，咱们走。萧子睿却若有所思地皱起了眉，云白莲心里突然升起一股不妙的预感。太子哥哥，咱们也快上去吧，赶快办正事要紧。他说的也没错，这上山的信众全是不行，咱们既是要求灵佛珠，也不能让人觉得我们没诚意。可是太子哥哥你受着伤，还大老远的亲自来了，这诚意还不够吗？本宫的诚意自然是够的，白莲，要辛苦你下步辇走上去了，不然万一灵佛珠觉得你心不诚，咱们岂不是白跑一趟？这云白莲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台阶，只觉得头都大了。不过就是云西西随口一说吧，做个步辇哪里就会扯上诚心？事关重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难道这点小事你都不愿意为我做吗？怎么会呢？我只是怕自己走路太慢，拖累了太子哥哥呀。没事，只要能让佛祖看到咱们的诚意，慢一点也可以，我会等你的。该死的云西西，偏偏多那一句嘴，竟然害得自己要走路上山。云白莲心知躲不过去了，只好收起不情愿，下车自己走。哎呀！接近晌午，云西西终于来到了山顶的寺院。怕是方丈不容易见到，
我要不要报出摄政王妃身份呢？施主可是因灵佛珠而来？看来方丈早有预料啊。正是。施主请随贫僧来。等一下，本宫也为灵佛珠而来，快带我去见你们方丈。僧人朝太子微微颔首。诸位请随贫僧来。劝你莫要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免得颜面扫地。我劝你还是省省吧，那可是受了千年供奉的灵佛珠，有我这个天凤之命，你以为你还有机会拿到它吗？小姐，你看他也太嚣张了，且让他们先得意一会儿。渣男贱女现在叫嚣的多得意，等会儿打脸时就有多疼。来到法华寺内殿，一名胡须花白的僧人已在等候。您就是靖远大师？贫僧靖讳，靖远住持在外云游，还望海涵。住持不在，那他可有将灵佛珠留在寺中？不瞒太子殿下，那灵佛珠已于半年前丢失，不在寺中。不过什么？你们怎么如此不小心？那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不好好看管，竟然丢失了呢？师兄早有交代，灵佛珠自有其缘分，来去不由我等做主。另外，佛珠丢失怎么说都是我法华寺内部的事务，似乎太子妃娘娘并没有立场插手吧？你懂什么？那佛珠关乎社稷苍生，自该是皇室之物。你们方丈该不会是因为弄丢了佛珠，怕被问责，才借口云游躲起来了吧？哼！阿弥陀佛，太子妃如此说，是要治我法华寺的罪吗？靖讳大师莫要误会，太子妃也是心系社稷，听闻灵佛珠丢失心急了些，还望大师担待。灵佛珠不在本寺，太子殿下若没有其他事，便请回吧。萧子睿面色一僵，就在这时，云西西把手伸到袖子里，暗中从空间取出了一串佛珠。靖讳大师，你们丢失的那串灵佛珠，可是这串？不知随便在哪捡到的一串破珠子，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然而话音刚落，靖讳已冲过去接过佛珠。正是，这便是灵佛珠。师兄走之前留话说今日会有人将它带回来，果真没错。假的吧？你可好好看清楚了。话音刚落，只见那灵佛珠突然抖了抖，差点拖出靖讳的手。太子妃慎言，这灵佛珠脾气可不太好，最恼别人说他坏话。云白莲瞪大了眼，萧子睿倒吸一口气，计上心头。既然灵佛珠已找到了，是否可将其交于本宫？我愿为法华寺捐黄金10000两香火钱。住持师兄交代过，灵佛珠自有其缘分。今日既然是这位施主将其送回来，说明他是灵佛珠的有缘人。说罢，他把灵佛珠递还给云西西。住持师兄的话已带到，请施主收下这灵佛珠。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改日若靖远大师归来，我定来拜访。不对，这不合规矩，凭什么直接给他？不是说这灵佛珠供奉千年已有灵性，那便该让他自己择主才对。没错，这佛珠既是灵物，岂能当成普通物件送人？难道不应该由他自己选择跟着谁吗？住持师兄可不是这样交代的。那又如何？既然你刚刚已经把灵佛珠交给云西西了，那此事便与你们法华寺没有关系了。云西西她作为大梁的摄政王妃，本就该为江山社稷着想，哪有私自吞了灵佛珠的道理？白莲说的在理，这灵佛珠如此重要，还是该由他自己择主才合理。你若不愿，本宫这便回宫请示父皇，到时被父皇知道你私吞灵佛珠是什么后果，你可考虑清楚。算盘打得可真响啊，连江山社稷的帽子都给我扣上了。行啊，那你去找陛下告状吧。非要把事情闹大，对你没有好处。这样吧，只要你现在让出这串佛珠，本宫刚刚说的10000两黄金仍然作数，总可以了吧？呵呵，我差你那点钱。本宫看在从前情分的份上，才跟你好说好商量，你别不识好歹。此事若闹到父皇面前，灵佛珠自行择主是迟早的事。你不会以为以你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能跟天凤争吧？从前的交情，我跟你这种人能有什么情分？是说我从火海中救了你，却被你污蔑成纵火犯的情分，还是你当众退婚让我成了全城笑柄的情分？现在求到我头上了，才想起跟我攀交情，你觉得你配吗？哟呵，可以呀！太子哥哥，
今天绝对不能放他就这样走了，不然万一他把真的灵佛珠藏起来，到时就算父皇下旨也没用了。有道理。云西西，别以为你仗着有摄政王撑腰，本宫就拿你没办法。你若执意霸占灵佛珠，不肯让他择主，本宫也只好得罪了。现在就押你去见父皇，回头再跟摄政王请罪，我也认了。说着，他大手一挥，随身护卫就朝云西西冲了过来。就在同一时间，灵佛珠突然从云西西手中窜了出去，照着护卫们的脸上就抽了过去。住手！众护卫全捂着脸退了回去。灵佛珠在半空盘成一坨，静静悬浮着。萧子睿朝灵佛珠抱了抱拳，却见他肉眼可见的往后退了一小段，还换了个方向，仿佛从正面转为背对着他。太子哥哥莫急，我来试试。你过来啊！抱成一团的灵佛珠还真就朝着他飘了过去。灵佛珠，我可是天凤之命，是你新主人的最佳之选。你这么有灵性，一定懂得该怎么选吧？萧子睿眼见灵佛珠飘过来，心中大喜，得意地扫了一眼云西西，还得多谢你把这串佛珠送了回来，不然白莲哪可能这么顺利让他认主。别高兴得太早，小心一会儿脸疼。云白莲兴奋地盯着灵佛珠，不等它飘到自己跟前，就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抓。灵佛珠突然啪地打开了他的手，紧接着就见灵佛珠引起一头，直直地就甩在了他脸上，劈头盖脸就给他一顿扇。疼死了！太子哥哥救我！萧子睿正要上前帮忙的时候，云白莲的面纱被抽了下来，正抽着来劲的灵佛珠嫌弃地往后闪，最后还是云白莲那张丑脸救了他，灵佛珠不打了。干得不错！怎么会这样？云白莲不是天凤吗？那灵佛珠怎么不选择他，反倒还要打他？太子哥哥，你可要为我做主，这串破珠子定是中邪了。阿弥陀佛，佛珠受我4000年香火供奉而生灵智，本就是邪祟克星，怎可能中邪？如今佛珠显然以择摄政王妃为主，太子殿下请回吧。萧子睿也待不下去了，他连一个眼神都没再分给云白莲，甩袖离开。静慧大师，待他日靖远大师云游归来，我再来拜会。什么？你们没拿到灵佛珠，还被云西西给拿走了？皇后咬牙切齿，瞪向云白莲。这个废物，10拿9稳的事都做不好，要他何用？不过想到国师的话，他还是压下了火气。天凤之气运极为强横，不亚于真龙。若太子能取得天凤，摄政王的气运便不足为患。唉，事已至此，多想无用。本宫有些话要跟太子说，白莲你先下去吧。云白莲出师不利，也不敢多说什么，赶紧退了出去。母后，他真的是天凤之命吗？儿臣怎么一丝一毫也看不出他有气运在身？国师亲自算出来的，怎会有假？我倒是有话想问你，天凤必须是真心相助，才会对你有所注意。你仔细想想，是不是你做了什么让他心生不满了？萧子睿面露迟疑。大婚之夜，被云白莲的脸恶心到，至今都还未跟他圆房，这种话让我怎么说？知子莫若母，皇后看着他心虚的模样，就已经有了数。若是一般女子，你不喜也就算了，但她身上可附着天凤之命，若她心生怨怼，不但对你的大业无益，说不定还会遭反噬。母后放心，儿臣知道了。倒也不用操之过急，你先好生安抚着她，国师很快就会出关，到时自会医好她的脸。真的？那太好了。云西西那女人也不知在哪学了些方外的把戏，等到国师出关，倒要看看她还如何嚣张的起来。云白莲回到太子府，坐在窗边黯然神伤。那些加了是盐散的饭菜，明明是自己看着云西西吃下去的，她怎么会没事？反而我自己倒是中招了。哼！正咬牙切齿，外面太监高喊：“太子殿下到！”没想到在法华寺竟然被太子厌弃，他心头很是不安。白莲见过太子殿下。本宫近日来事务繁忙，没能多陪陪你，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的，算是一些补偿。白莲，你不会怪本宫吧？怎么会？太子哥哥忙的都是国家大事，我心疼都来不及，怎么会怪你呢？太子哥哥近日多有劳累，今夜不如就在白莲这里歇下，如何？本宫也想多陪陪你，只是今夜有应酬在身，这眼看时间就到了，我也该走了。等过几日忙完再好好陪你。好，那妾身等着太子哥哥，你也要多保重，莫太过操劳了。萧子睿点点头，转身离开。哼，说什么忙着应酬，分明就是不想在我这里留宿，还说什么
看中我是天凤，我看他分明就是怀疑我知天凤之命。一想到最近事事不顺，丝毫没有体会到国师所说的天凤气运，必须得想想办法，绝不能坐以待毙。王爷，基本已经可以确认，关于王妃的流言是有人故意传出来了，属下已经派人去查。萧长恒气息骤然一寒，桌子突然脆响一声，裂开一道深纹。自打王爷发现市井中有王妃跟花楼相关的各种传言出现，书房里已经换了3张书桌，到底是哪个天杀了来触王爷眉头？查，1天内，本王要所有流言消失。萧长恒语气浅淡，但南征明白自家主子分明是怒到了极点才会这样。还有这些事不准传到他耳中，明白吗？遵命。3天后，凤栖宫。娘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明明已经安排了人，专门散布摄政王妃进花楼的丑事，哪知竟一点动静也没有。这事肯定是有人从中作梗。蠢货，除了摄政王，还有谁能如此手眼通天？娘娘说的是，还好我安排隐秘，就算他追查，也查不到我头上来。娘娘放心吧。你最好是。可是这样一来，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吗？摄政王妃整天出入花楼，如此不成体统的事，只要闹得满城风雨，对摄政王绝对是个很大的打击。当然不能这么算了，他萧长恒不是能暗中压下流言吗？那我们就把事情捅到明面上来。哦，娘娘是有什么好主意了？今日来此是要参摄政王治家不严，竟让摄政王妃当众出入花楼。接上级，你如此这般如此，按我说的做，把云西西给我盯住了。好，娘娘放心，这次绝对能抓他个现行，让全城都知道摄政王府的丑事。我倒要看看那2人这次如何逃过去。到了开业这一天，云西西的身影刚刚进入天香阁大门，街边几个看似路人的探子便互相递眼神。他果然又出现了，快去报信。你们盯好这里，千万别让人跑了。知道了，快。王妃，这几日外面似乎都有些可疑之人在周围晃荡，恐是要生事端，需不需要处理？不必，想生事端就让他们尽情的折腾去。穆红玲看着他浅浅勾起的唇，突然有种感觉，有人要倒大霉了。在府上养伤的陈国舅已接到了探子的汇报，终于让老子抓到你了，这次定要让这臭娘们还有他的靠山摄政王身败名裂。没过多久，天香阁门口就热闹了起来。大家快来看，堂堂摄政王妃竟然隔三差五就出入花楼，已经成了天香阁的常客，简直是伤风败俗，无系体统。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如何能做我朝的王妃？简直是我大梁之耻。这天香阁不是已经好几天没开门了？你当真看到王妃娘娘进去了？不过上次这整条街都戒严后，天香阁第2日起就歇业了。听说当时封街的就是摄政王的府尉。这么想来，还真说不定啊。这有啥好怀疑的？现在说的可是摄政王妃，哪个胆大包天的不想活了，才会拿这种事污蔑王妃吧？肯定是确有其事才敢讲的。没想到摄政王妃竟然是这种女人。王爷什么眼光？怎么会娶如此不知廉耻的女人做王妃？可惜当年意气风发的战神王爷，如今眼下腿残，不然如何能容自己的妃子做出这等败俗之事来？先别下结论，万一这人是瞎说的，冤枉了王妃呢？要我说，咱们进去天香阁查看一番如何？有道理。现在光凭这人一张嘴，谁知道是不是真的？走，进去看看。对，若是真的在里面找到了王妃，那咱就是帮王爷抓现行。长这么大都还没见过王妃呢，我也要去看看。在几人的煽动下，很快就有一小群人气势汹汹的上前，冲进去找人。然而就在这时，天香阁大门突然打开，众人吓了一跳，赶紧停步。里面冲出来一对黑衣护卫，腰间未配刀剑，但个个面色不善，虎视眈眈地盯着要闯门的众人。天香阁近日不营业，诸位若要来硬的，别怪我们东家雇的护卫不客气。他说罢，轻轻的扬手，众黑衣护卫齐刷刷地上前一步。哼，天香阁什么时候有过这些护卫？分明就是王妃的侍卫吧？若王妃不在你这阁里，又何必这么大阵仗的来人？我看你们分明就是心虚了。说话的不正是那天被王妃和摄政王狠狠收拾了一顿的陈国舅？如今天香阁已归王妃所有，自己既然替王妃做事，怎么可能让这种渣子坏了王妃的大事？把前后门都给我守住了，若放一个外人进来，拿你们试问。穆红玲吩咐护卫后，转身进门。来人，给我把这大门砸开，冲进去！倒要看看这几个护卫拦不拦得住老子重金雇来的打手。他一声令下，
立刻有上百打手冲了上去，只见扑通扑通，所有的聘夫声此起彼伏。看着声势浩大的上百打手，竟被门口10几个黑衣护卫打得屁滚尿流。一群废物，这么多人打不过人家几个人，都是白拿老子银子的吗？国舅爷，那几个护卫身手不简单，咱们这些人怕是不够啊。这么看来，那些定然是摄政王手下的高手乔装，反而更证明了这天香阁里有猫腻。既然打不进去，老子还不去了。你们现在立刻把这楼前后给我围起来，老子让他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等下自有人来治他们。打手同目立刻应声行动，带人把天香阁围了个水泄不通。御书房内，皇上正在跟几个朝中重臣议事，臣子坐席上为首的就是萧长衡。陛下，御史大夫姚世忠携数名给事中求见。这群言官有什么事不能等上朝了再参，非要这个时候见朕？姚大人说是关乎大梁皇室颜面，耽搁不得。行了，先进来吧。御史大夫姚世忠很快带着几个给事中进了御书房。陛下，微臣今日来此，是要参摄政王治家不严，竟让摄政王妃当众出入花楼，导致街上百姓围观非议，请陛下严办。这番话说的屋内众大臣纷纷大惊，目光全都集中在了萧长衡身上。陛下，姚大人所言确有其事，微臣便是刚从东街天香阁路过，周围百姓全在议论此事，影响极为恶劣。没错，王妃她出入一家花楼被人堵了个正着，现在如今躲在里面不肯出来见人了。什么？当真有这等事？皇帝，此事你可有话想跟朕解释？你们如此说，是亲眼看见王妃了？陈蒙，你刚从东街回来，你来说说那边的情形。微臣去时，王妃已经躲进天香阁，外面许多人都看见了，那还能有假？那便是你没有亲眼所见，只凭道听途说就来参本王。西西今日确实出了门，可他穿的是便装，市井百姓如何就识得她是本王的王妃？陛下，识出摄政王妃的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臣妾的弟弟府上一名家丁。皇后，你怎么来了？怎么此事还跟陈国舅有关？元举前几日便在天香阁见过摄政王妃，还因此被摄政王误会，受了些伤。他那家丁便是那时认得了摄政王妃。陛下，微臣所言句句属实。如今东街百姓都堵在天香阁门外，等着看皇家笑话。我大梁怎能容如此德行有失的女人做皇族正妃？请陛下早做决断，以安民心。话音落下，萧长衡眸色一厉，抬手就是一道劲气，直接夺空扇了陈蒙一巴掌。只凭旁人几句话，没有任何证据就下断言来告御状，等同于构陷王妃。我看你这脑袋是不想要了。微臣问心无愧，王爷说没有证据，不过是因为王妃藏起来不敢见人罢了。要证明谁是谁非，只要陛下下旨搜遍天香阁，自然真相大白。很好，若天香阁搜不出王妃，污蔑她的人，本王一个都不会放过。事关皇帝声誉，朕亲自走一趟。来人，通知严统领速派500禁军随朕出行。来人，通知严统领速派500禁军随朕出行。陛下，事关臣妾胞弟，请准臣妾随行。准奏。萧长衡，等禁军把你的正妃从花楼里揪出来，看你还有什么话说。东家，连禁军都来维持秩序了，听他们这意思是此事惊动了皇上，圣驾马上要到了，这可怎么办？淡定。东家，你快些从后门离开吧，不然等皇上来了，禁军势必会冲进来抓你的。不行，不能让他走，他有摄政王护着，就算被抓最多是坏了名声，大不了失宠。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这些姐妹会是什么下场？兰英，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为今之计，只有把他交出去，咱们所有姐妹统一口径，跟他摆脱干系，才不会被牵连啊！哼，住口！当初王妃许诺1年内帮你们转为良姬时，你们是如何感恩戴德的？这么快就忘了吗？竟要在危急关头推恩人出去挡灾，那也得有命能到恢复良籍呀！今日这一场下来，说不得他要害得咱们小命不保，还谈什么恩情？你行了，不要吵了，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现在只需回房等待，我必保阁中所有人无恙。若是不信，现在尽管从后门离开，想直接躲起来或去告密都随你们。只是退出的人，我会让红绫把身契交回官衙，从此与这里再无干系。众女面面相觑，大多数人都在犹豫。身契一旦交还给官衙，必然会再次被贩卖，
运气差些说不得就要跌入人间地狱。奴家愿信王妃娘娘，这便回房等着。有人开头，剩下的人也很快下了决心，纷纷朝云西西行礼后离开。兰英面色变了又变，咬着唇转身就走。王妃，人心隔肚皮，他们虽然口中不说，但若真有人出去告发，可怎么办？那也得出得了这个门才行。姑娘们的房间都在2楼和3楼，可这会儿已有3个人出现在了2楼到1楼的楼梯上，正在往下走。最前面的就是兰英，显然是决定要离开的。然而3人刚刚下了楼梯，朝前走了几步，只见1楼地面上一阵微光掠过，那3个姑娘竟开始在原地转圈圈。这，放心，只是暂时被困在这里而已，待事情结束就放他们出来。圣上驾到！云西西走过去，将窗子掀起一条缝，看了看外面的形势。好家伙，堵在天香阁门前等候的，不仅有断了3条腿的陈国舅，居然还有萧子睿和云白莲。父皇息怒，我姐姐定是有苦衷，才做出这等事的。求父皇从轻发落，给他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吧。他这哪是替你求情，分明是直接坐实了罪名，想害死你啊！本没他什么事，既然他非要来踩一脚，倒是正好新账老账一起算。萧子睿被云白莲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赶紧过去拉他。你这是做什么？那种女人做的事，让她自食其果就好了，何必替她求情？怎么说，她也是我的长姐，就算做错了事，我也无法置之不理啊。不借这个机会好好收拾云西西，怎么行呢？太子妃何出此言？难道你亲眼看见云西西进了天香阁？父皇有所不知，长姐在云府时就常常悄悄出府，彻夜不归。我曾因担心跟在她后面，结果亲眼见她进了这天香阁。后来我私底下奉劝过她，却被她骂了一顿，还要我别多管闲事。太子妃说了这么多，还没有回答。你今日是亲眼看见王妃了吗？云白莲下意识地抬头，正对上摄政王淬了冰般的目光，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一时间说不出话来。陛下，微臣这里有人证，亲眼看见摄政王妃进了天香阁。小人时的王妃今日确实看见摄政王妃进了这门内。曹丕也看见了，我等几日前才见过王妃，绝不会认错。陈国就从坐辇上扑通翻下来。臣冤枉啊！求陛下为微臣做主。你又有何冤屈？还有你这腿是怎么回事？陛下，前几日就是在这里，微臣看见摄政王妃进了天香阁，震惊之余上前怒斥她有失皇室体统，结果却遭来摄政王的毒打，不仅打断了臣的双腿，还让抚慰强压着臣游街示众。皇帝，他的伤真是你打的，还压他游街示众？回皇兄，是。这到底怎么回事？给朕说清楚。他当街调戏臣弟的王妃，臣弟没直接打死他，都算轻的。啊？什么？微臣哪有那个胆子？分明是撞破了王妃的丑事，才被摄政王报复。陛下，请即刻下令搜查天香阁。若真如国舅所言搜出王妃，必须让摄政王给个交代。等一下，皇帝，若你的王妃没在里面，朕自会给你做主。事已至此，搜楼势在必行。臣弟并未想阻拦，只不过若搜查后未见王妃，今日在场污蔑他的所有人，又该当何罪？皇帝看重王妃，会动怒也是人之常情，只是他值不值得你如此维护。若他真的是受人污蔑，陛下自然会处罚造谣之人。但若待会真的从这天香阁里找到了王妃，皇帝又待如何？就算真的搜出人，那也是摄政王妃有失体统，大不了废了她，朕再给她赐一门更好的婚事，又有何难？皇后如此逼问皇帝，又是为何？皇兄，臣弟绝不会废弃王妃。若她当真在里面，臣弟自甘交出兵符，与王妃一起禁足京郊别院，无诏不出。萧长衡的话令在场从皇帝到重臣全都倒吸了一口气。小姐，符纸都按您画的位置贴好了，81张符一个不差。巧儿、红玲，看本王妃给你们表演一个戏法，叫做乾坤大挪移。巧儿、红玲，看本王妃给你们表演一个戏法，叫做乾坤大挪移。皇帝的办法倒也合理，既然皇帝心意已决，允了他便是。但若是搜查过后找不到王妃，请皇兄对今日所有弹劾王妃之人严办。好，朕允了。燕统领即刻搜查。臣遵旨。咦，这是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连禁军都出动了？摄政王妃，她怎么会从这里出来了？云西西看向皇上，
露出更加惊讶的表情。参见陛下，不知何事惊动圣驾，竟如此大的排场到这里来了。你一直在这家铺子里面，却都不知道发生了何事吗？启禀陛下，我是找这家的点心师傅订了个比较复杂的糕点，由于制作时间比较久，就去雅间等着，一不留神睡着了。你倒是睡得香，你家王爷差点都把兵符搭上了，你知道吗？看来陛下和众位大人定是有十分重要的事要办，那我就不打扰，先告退了。等一下啊，王爷还有事？这事跟你的关系可大了，你怕是不能走。陈国舅状告你进了花楼，御史大夫率一群盐员参你有辱国体，他们可都等着你给个交代呢。什么花楼？国舅爷为何要如此编排我啊？难道国舅爷是因为上次在街上遇见，把我当成平民，非要抓回去做小妾，结果被王爷打伤，记恨在心，才做出这等事来吗？他这话一出口，在场所有人翁又炸开了。原来他是觊觎摄政王妃反被教训，怀恨在心啊！以为人家是平民就要当街抢美女吗？简直是禽兽所为！摄政王妃，你莫要乱说，我何时轻薄过你了？说话要讲证据。证据什么？本王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南征，把人都带上来。草民是旁边酒楼的跑堂，那日这位国舅爷跟王妃娘娘起冲突时，草民在门口看了个热闹，听到国舅他说把这女子拖到街上，要在大街上办了她。王二说的千真万确，我们刚都在醉仙楼做事，当时就在门口听得真真切切。放肆啊！陛下，是臣一时糊涂，臣再也不改了，臣再也不改了啊！求您看在皇后娘娘是臣长姐的份上。够了，来人，把她的嘴堵上，压下去。陈国就被堵上嘴时，还在用眼神哀求皇后，希望她能帮他接起。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竟然当众让我这个一国之母徇私，替他求情。皇后咬牙切齿，根本就不再理陈国舅了。今日是摄政王妃受了委屈，你放心，朕定对元凶严惩不贷。陛下英明，不过刚刚听王爷说，还有好多大臣弹劾我有辱国体呢，陛下一定也不会轻饶的吧？云西西这一开口，皇上直接被架在那了。之前试图落井下石那些人，全是一脑袋汗。陈王若不是你信誓旦旦以人格担保，我等又怎会受你蒙蔽，误会摄政王妃？陛下，微臣有罪，但臣绝不是故意的，臣也是被国舅府上的人骗了，求陛下看在臣一心为国兢兢业业的份上，从轻发落。今日摄政王妃受了如此委屈，朕若不给个说法，岂不是让百姓看皇室的笑话？摄政王，臣弟在，这些人该如何处置？所有听信谣言参与弹劾王妃的，每人20大板，罚俸半年，小惩大戒，也便罢了。20大板，还罚俸半年，这叫小惩？好，就这么办。但太子妃借题发挥，亲口编排本王的王妃一事，得另算。云西西微微挑眉，他刚刚就在盘算着怎么收拾云白莲，没想到被他抢先了。太子妃，你可知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这些都是误会。今日我来得晚，不知前因后果。太子妃既然说是误会，不如把你之前跟皇上说的话再重复一遍，我才好判断我家王爷是不是误会了你。云白莲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这位太子妃可会说话了呢，一边求皇上宽恕王妃，一边说王妃未出阁时就常常彻夜不归。太子妃的这些误会可真详细呀，但凡今天王妃没从点心铺子出来，就都说不清楚了呢。云西西听着这几个熟悉的声音，颇有些阴阳怪气。他一抬眸，就远远看见穆红玲带着几个楼里的姑娘混迹在人群中，正说个来劲。皇上阴沉沉地看了云白莲一眼。太子妃造谣生事，德行有失，罚杖责30，禁足3个月。云白莲浑身一震，陛下，我知道错了，饶了我吧。太子哥哥，你救救我，我不要挨板子，他们会打死我的。萧子睿本不想理他，反正皇室宗亲这种杖责有分寸，不会往死里打，就是受点皮肉之苦罢了。但却见皇后重重咳了一声，暗暗朝他使眼色。天凤到现在还没有助你获得气运，是因为你还没能获得他的真心。若是云白莲对你产生怨恨，说不定还会起反作用，让你的运势更加低迷。父皇，太子妃身子弱，恐承受不住杖责，儿臣自请替她受罚，请父皇恩准。胡闹！萧子睿心头微松。太好了，
我就是给云白莲做做样子，免得她记恨我，父皇快骂我，然后再驳回我的请求。太子一直在场，但凡顾及皇室体面，稍稍拦着些太子妃，也不至于让他当众说出那些话来。这么看来，你也并不无辜啊。你这是什么意思？既然太子愿意替太子妃受罚，不如就成全了他。不过为了让太子妃长些记性，就让太子替他受20杖，剩下的由云白莲自己领。陛下以为如何？皇上又气又累，云西西这个受污蔑的正主一发话，他当即就点头。摄政王妃所言极是，就如此办。那些被禁军押回宫去要挨板子的官员，一个个如丧考妣，也包括太子和哭哭啼啼的云白莲。马车内，两人相对而坐。王爷，有件事我觉得还是说清楚的好。古代杖刑从东汉时期开始作为刑罚的一种，它使用藤条、大竹板或棍棒抽击犯人的背部、臀部或腿部。杖刑的目的不仅是惩罚，在明清时期，妇人犯了红杏出墙罪，必须去衣受杖。除了肉体上的痛苦，还有凌辱的效果。据说普通人至多能坚持20杖。接上，王爷，有件事我觉得还是说清楚的好。你讲。咱们只是合作关系，我答应了给你一腿就一定做到，你犯不上搭进自己的身家替我作保。萧长衡定定看了他片刻，唇角十分欠揍地勾了起来。我乐意。轻点，你想疼死我是不是？云白莲趴在床上尖声咒骂，给他上药的丫鬟战战兢兢。乖女儿，你怎么成这样子了？难道是触怒了太子殿下被他责罚了？不是，都是云西西那个贱人害的。娘今天来就是为了你上次说的事，他云西西得意不了多久了。娘，你有办法了？王爷，王妃给了药单一招气，属下这都送过去。萧长衡面色忽的一顿，南征并没有注意他的表情。这些药气了，王妃就可以开始给王爷一推了。不急，先收进库里吧。还有，此事不准让王妃知道。可是王爷，这药……萧长衡淡淡扫了他一眼，南征当即闭嘴。王爷怎么突然连只腿都不积极了？这可不是好现象。萧长衡独自在书房一坐就坐到天黑，手里拿着的一册书卷，半天也没翻动一下，直到有人进来。滚出去！南征说你没吃晚饭，是有哪里不舒服？萧长衡转头就见云西西绷着一张脸，静静地看着自己。看书忘了时辰而已。王妃这是担心我。云西西没说话，一脸我就静静看你胡说八道的表情。也没什么大事，不过是你给的那张药材清单找得不顺利，有些烦心罢了。如果是这事的话，你倒不必太过忧心，我有办法。听此话，萧长衡心中一紧，云西西盘算着一仙谷路途不尽，不过我最近有些忙，要过段时间才能去找药材，你只能再等一等了。萧长衡松了一口气。好，我让人在厨房备了膳，记得吃，别还没等我给你治腿，人先饿出个好歹。治腿的事不急，别让自己太辛苦，本王等得起。哦，他低低应了一个字，转身快步离开。没关系，本王等你就是了。柳氏离开后，云白莲越想越激动，立刻让人背着他朝太子的院子去了。太子殿下去苏侧妃那儿了。云白莲火冒三丈，就想冲到苏雨柔的院子去。太子也刚被打了板子，两人也不可能发生什么。自己现在这副狼狈模样，去了不但争不了宠，反而招人嫌，得不偿失。该死的苏雨柔，你不是非要跟我抢太子吗？正好我娘给了我好东西，我就先拿你开刀试试灵不灵。第二天，王爷，安慰急报，王妃一早去了东街。他去了天命阁。是，王爷恁都知道了。天香阁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天命阁。既然如此，让暗卫候在原处即可。南征一头雾水的离开了。萧长衡沉思了一会，他这么急于恢复修为，是为了尽快医治好我的腿，然后和我一拍两散吗？王妃娘娘，我知错了，求求你不要把我发卖回官衙。昨日便说得很清楚，机会只有一次，要离开便后果自负。你们若真的知错，就该心甘情愿承受这个后果。我们也是被昨天那阵仗吓坏了啊！我们只是无依无靠的弱女子，只是想自保而已，你一定能理解的吧？你们求饶根本不是因为知错，若我此刻身陷险境，你们仍然会像昨天一样，立刻跑去官衙，彻底摆脱这里。几人哑口无言。王妃，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一会我就去太子那告发你。然而他满心算计的踏出天命阁大门的一刻，忽然被玄妙的感觉击中。磨蹭什么呢？
快走！他记得自己犯了错，要被发卖回官衙了。他还记得自己知道了一个关于达官显贵的大秘密，但是是什么秘密来着？算了，自己贱命一条，还是好好为以后做打算吧。穆红玲站在窗口，把蓝英几人茫然和困惑的神色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真的忘了，东家你是怎么做到的？不过是障眼法和遮蔽天机的小手段罢了，都是常规操作。母后，西北边境传来急报，这一次倒要看看他还能拿什么来稳住军心。恭喜母后，终于等到时机，收回摄政王的兵权了。此事咱们只要静观其变即可。对了，本宫听说苏侧妃摔伤了，她现在如何了？可有大碍？云白莲垂眸压下了眼底的暗芒。萧子睿很清楚皇后问这话真正的意思。正妃变侧妃一事已经让苏丞相不太高兴，若是再让丞相觉得女儿在太子府受了委屈，怕是会生出嫌隙。儿臣已经请太医医治过，休养一段就无大碍了。丞相府那边，儿臣也已好生安抚过，母后不必忧心。那便好。本宫找你二人来，还有一事。国师不时即将出关，到时太子妃的脸很快就能治好了。真的？那太好了，多谢母后挂念。你若真谢我，便好好辅佐太子，别辜负了他对你的一番情谊。儿臣明白，并不会让母后和太子殿下失望的。这下可好了，等我的脸治好，一定要好好打击云西西的嚣张气焰。对了，待国师出关，顺便也帮你看看最近是不是犯了什么冲，若有的话，也好尽早让他解掉。没错，白莲既然是天凤，本该事事顺遂才是，但最近种种属实古怪，本宫也有些担心她是不是被什么人算计，压制了气运。云白莲心里咯噔一下，皇后和太子该不会怀疑自己了吧？母后，儿臣近日一直在思考，若我能跟朝中重臣家中女眷结下交情，想来定能对太子哥哥有所注意。皇后露出几分兴致，她刚刚提起天凤运势之事，本就是想点一点云白莲。说的没错，你可是已经想好要如何结交那些女眷了？儿臣想邀请京中名门贵女参加茶会，又想到若这茶会是以母后的名义发起，在茶会中安排一些小环节，许上母后亲自给的彩头，贵女们定会趋之若鹜。没想到白莲不仅有想法，还已经策划得如此具体可行，本宫都要对你刮目相看了。还是娘亲最有办法，按照她教的话，果然皇后和太子哥哥都很高兴。苏雨柔，看来你的胳膊真是没白断呢。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太子哥哥知道自己这个天凤对他有多重要。2日，云西西和萧长航一起吃早饭，萧长恒清俊的眉眼间带上了浓浓的疲惫。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公务而已，早都习惯了。你浑身黑气已经吵到我眼睛了，是你现在告诉我，还是我自己动手算？萧长恒握着茶杯的手微微颤了一下。西北军粮草告急，国库紧张，加上两江一带水患，导致粮食欠收，有些棘手而已。王爷，宫里来人宣能去御书房议事。我和你一起去，不就是30万大军的粮草吗？我有办法解决。皇上急召，萧长恒没有迟疑许久，便点头同意。好。马车里，云西西跟他说明了自己的计划。你有多大把握？9成半，剩下的半成是怕你觉得话说太满，反而不可信。这次你有什么条件？我帮你也是为了自己，互惠互利而已。好，那就全仰仗王妃了。御书房户部尚书正在跟皇上哭穷。丰收之年尚能勉强支撑，赶上这灾年，库银早就见底了，实在是拿不出来啊。西北蛮族屡屡骚扰我大梁边境，西兰和北仓也蠢蠢欲动，国库再缺银子，这粮草也不能断啊。诸位爱卿可有办法应对？臣弟有办法。云西西推着萧长恒走了进来。当真？摄政王妃怎么也来了？此处父皇正在跟朝中重臣商议国事，摄政王妃来此怕是不妥，还是速速退出，在外等候的好。臣弟这办法不但能解军粮的燃眉之急，还能让我大梁至少3年内不管旱涝都确保粮库充盈。但这法子要见效，必须有王妃的配合。是以臣弟以为，今日亦是王妃理应在场。皇帝有何妙计？快说来给朕听听。南方景国与我朝接壤，常年风调雨顺，比使我大梁江南更加富庶。但近几年南宇逐步吞并了数个小国，下一个目标就是景国，而景国不管是军队还是兵器都不可能与之抗衡。
若此时我朝向其伸出援手，结为盟友，必能换回大批粮食。皇叔一向英明神武，怎么会在这么明显的问题上犯糊涂呢？相信不必我说，诸位也能看出此计完全没有可行性。太子所言极是，那景国在我大梁南边，而眼下缺粮的却是西北军，他能提供的粮食再多，也不可能横跨整个梁国及时运到大西北啊。而且就算时间没这么紧张，如此远的路途运粮，人员要消耗粮草，马匹也需要饲料，还不等到地方就要消耗掉一大半了，还如何够得上西北军的粮赏？众卿觉得此策不可行，无非是认为路途太遥远，粮草消耗过大，以及时间来不及这两点。摄政王若能解决此二难题，那跟景国结盟自然就是大大的良策。我只能跟诸位保证，一定能按时按量将粮草调回，且几乎不会有什么损耗。但用什么方法不能说。这王妃不肯言明，又如何让人相信你这办法能用呢？陛下，并不是我不肯告知详细方法，而是此策想要生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运粮的方法绝不能外泄，否则便无效了。萧长衡看向仍不愿相信的众人，诸位如此反对，想必是有更好的办法解决粮草问题了吧？本王洗耳恭听。从南方小国运粮，这本就是不可能达成之事。如果真的按这个计策去实施，不但军粮没解决，反倒又要损耗一大批人力物力。太子所言此事不可行，唯一依据便是路途过于遥远。但本王说了，王妃能解决此难题，太子不信，又如何证明他所言是假的呢？可他不肯说出具体方法，皇叔也没办法证明他就一定能做到吧？萧长衡冷笑一声，看向皇上，此事由臣弟作保，够不够？皇帝，此事非同小可，你当真有把握？陛下，摄政王向来运筹帷幄，从不打无把握之仗，是有目共睹的。臣以为，若摄政王肯替王妃作保，此事倒是可以一试。既然皇帝有把握从景国运来粮草，朕就……皇后娘娘道。朕正在议事，皇后怎么来了？臣妾已经听说西北军粮赏告急之事，特来为陛下分忧解难。皇后可是有什么妙计？妙计倒谈不上，只是臣妾有办法买到足够的粮食。今年水患严重，两江颗粒无收。之前赈济灾民已经把举国能调用的粮食都调过去，你当真还能买到粮？臣妾所说千真万确。虽说全国各地商户的粮都被征去赈灾了，但卖给国库的价钱仅跟普通时期的市价持平。他们往往只稍微意思地拿出一些了事，其实大头仍留在自家粮仓里。这些民间的商户向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前既然已经大范围征买过粮食，怕是现在个个都要说库里已经空了。臣妾外祖早年对衢州一些富户有恩，若有他从中牵线，定能让那些商户愿意把库里粮食出售给国库。皇后说的在理，只不过国库空虚，上哪去筹那么多银子征粮呢？皇后跟太子交换了一下眼神。陛下，臣妾愿捐出1000两，并将吃穿用度缩减至一半，用作征粮款项。儿臣身为太子，当为国家社稷尽心尽力，儿臣愿捐出1万两，用以征粮。皇后和太子心系社稷，当为我大梁楷模。说完，他炯炯目光就转向了众大臣。这怎么就突然演变成要捐钱买军粮了？如果只是意思意思也就罢了，但太子一下子捐了1万两，做臣子的就算不捐那么多，那也不好差太多啊。这岂不是要让我们大出血啊？皇叔身为摄政王，当为朝臣表率，而且这本就是给皇叔麾下西北军筹集军粮，相信皇叔定不会让父皇失望吧？本王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已自掏腰包垫付了10万两白银，账单已送至户部，怕皇兄忧心伤了龙体，所以才未上报此事。长衡多年来为国家鞠躬尽瘁，没想到此次你又不声不响做了这么多，朕心甚慰。萧子睿刚刚还为大器捐了1万两洋洋自得，没想到反倒让他在皇上面前大发了一波功勋，差点憋得吐血。陛下，既然摄政王已自垫银钱，给军粮又争取了15日的时间，想来王爷去南部景国调粮之策定是有把握。臣支持摄政王的方案，请陛下恩准。臣附议。臣也附议。父皇，景国山高路远，变数太多，
一旦失手，岂不是陷西北军于绝地？购粮之计才是万全的把握，请父皇三思。其实此事也可以让他一试。皇后也觉得摄政王的方案可行吗？摄政王和王妃既然认为做得到，只要他二人肯立下军令状，不就可以了吗？臣弟愿立军令状，但王妃本就是臣弟请来帮忙的，此事由我一人承担足矣。如此甚好，臣妾也支持摄政王的方案。皇帝，你这一趟路途遥远，还不知道会不会顺利，你当真有把握？皇兄，臣弟若不能在半月将粮草调回帝都，便提头来见。什么提头来见？你是朕的亲弟弟，朕还当真能为这种事要你的命不成？陛下，既是军令状，自然也不能太多儿戏，不如就交出兵符，禁足在王府半年如何？那好，就这么办吧。众臣都以为这件事告一段落，舒了口气。皇后突然说道：陛下，臣妾觉得可以同时从富商手里买一些粮备用，可以先不用买那么多，万一景国的粮食无法及时送到，这些粮便是救急之用。皇后所言甚是，那便在明日大朝会上动员文武百官捐银，由太子来操办此事吧。得，到头来还是得捐钱。皇后突然看向云西西，本宫可是听说了，摄政王妃的外公是江北首富，如今国家有难，摄政王妃定不会对此置之不理吧？这事好说，不就是捐点银子买粮吗？只要太子殿下能成功把粮买过来，他花了多少银子，我可以全包了。在场众人都倒吸了一口气。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种事用得着你一个女子冲在前面，大包大揽，当本王是摆设吗？你急什么？皇后和太子既然都算计到我头上来了，就先让他们高兴高兴呗。萧长恒看着他没心没肺地勾了勾唇角，眯了眯眼，便不再说话了。他每次这样笑，就有人要倒霉。摄政王妃，这话可不是儿戏。你真的愿意出全部购粮的银子？陛下，我这个人呢，可以大方，但是绝不当冤大头。太子买粮的钱，我可以全出，但不能先给他。什么时候他把粮放在我面前验货过关了，我才能一分不少的现银结给他。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还觉得本宫会诓你银子？云西西根本不接他的茬，直接对皇上说：没见着粮食钱，还请陛下和太子自己先想想办法垫上。如果不行的话，那还是算了，我直接捐个1000两现银还是有的。王妃愿意为国分忧已是难得，此事就按你说的办。散朝后，萧子睿直接跟着皇后去了凤栖宫。母后今日因何要支持摄政王？皇儿，你还是太年轻。他萧长恒非要去南边国境外筹粮，山高路远，路途艰险，可说不定中间会出什么事呢。萧子睿看着他深意的目光，突然就明白了过来。对啊，只要半路把他运的粮食都劫回来。胡说八道什么呢？你那是从富商手中买回来的。萧长恒他绝对想不到，他辛辛苦苦远途筹粮，全是给本宫做嫁衣。回王府的路上，萧长恒眉心紧得能夹死个苍蝇。云西西看了几眼，就往后一靠，闭目养神，似全然感觉不到某人散发的冷气一般。为何要答应那种无理的条件？你明知皇后不安好心。云西西睁开眼，坐直身体看着他。我有什么不懂的？无非就是让他那渣狗儿子借着筹粮大赚一笔嘛。不知是不是错觉，怎么觉得这小姑娘眼里冒着金光，似乎心情特别好的样子？我是缺钱的人吗？我缺的是灵力，私掏腰包解军队粮草之急这种事，既积累声望长功德。要是花这点银子还让萧子睿跑腿，就能把事办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刚刚骂太子那些话，在本王面前说说就算了，莫要给人漏了画笔。我又没说错，说他是狗渣男，我还觉得狗吃亏了呢。第二日，摄政王和王妃带着一队人出京，太子府的眼线一路跟到了京外，看着队伍远去，这才回去复命。王爷、王妃，按哨已经都离开了。先让队伍停一下，休整一炷香。休整期间，云西西拿着符绕着整个队伍走了一圈，每匹马额前贴一张，每辆车主梁上贴一张，整个队伍都没有漏掉。队伍再次出发时，众人很快察觉到了区别，整队人马足下生风，速度竟是平常的好几倍。萧长恒看着歪在一边，眼睛都已睁不开的云西西，眼底闪过浓浓的疼惜。辛苦你了，西西。同一时间，距帝京300里的官道，2匹快马由远及近驰来。老长，
怎么行了？这一路也没见着那队伍的影子。我说姥姥，你想什么呢？那位大人都说了，他们那可是500人的队伍，定是为了稳妥，中途换了路线。咱们2人现在肯定是远远抢在前头的。那便好，不过那位大人的心，真的能调动边境的马匪吗？万一不成，咱俩小命可能都保不住啊！行了，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当务之急是快些赶到边境，提前布好局，等着他们自投罗网。只要这一票做成了，咱们以后就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有了风行符阵的加持，一路畅通无阻，到达两国交界处的关哨时，才刚刚过去3天。萧长衡带着云西西和几个心腹同往皇宫。前方这是什么声音？回王爷，那是长鼻怪，快保护王爷！只见一个长得像鱼长鼻子的怪物迎面走来，怪物虽吓人，可上面分明还坐着个妙龄少女。程守看见那少女，赶紧上前恭恭敬敬施礼。见过七公主殿下，卑职正要带梁国摄政王殿下和王妃去面见国君，公主能否让王爷先行通过？他们这么胆小不中用，凭什么让我的阿訇让路？有本事让他们自己跟阿訇讲啊！这摄政王殿下，您看，不就是只大象吗？有什么好怕的？哟呵，这摄政王妃居然识得大象。呵，你倒是胆大。既然你觉得阿訇没什么好怕的，那不如就陪他玩玩。阿訇，把他给本公主带过来。西西，你退后，让本王会会这畜生。他眼底已带了一丝杀意。本不想得罪这公主，但他竟敢让这怪物对西西出手，那就别怪我手狠了。没事，大象最是聪明温顺，只要不招惹它，它不会伤人的。我长这么大还没骑过大象呢，好不容易来一趟，可得好好玩玩。萧长衡看着他，微微一怔。那你小心，本王会看着你的。云西西一脸轻松地走到大象跟前，梁国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云西西，南征的手都扶到了刀柄上。万一这阿訇做出攻击的动作，他就立刻把这畜生的鼻子砍断。你叫阿訇是吗？好名字。七公主抱着胳膊得意地哼了一声，让这个女子托大。哼，她这下肯定要出洋相。然而只见大象低低鸣叫了一声，用鼻子将云西西举了起来，放到自己头上。真乖，原来在大象头上看到的风景是这样的啊！还得多谢七公主，让我过了一次瘾。好啊，你一个外来的女子竟敢觉得比本公主还懂寻相，那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有什么好比的？我承认你更懂驯象，行了吧？如果你赢了，本公主不但让阿訇给你们让路，还会在父皇面前替你们作保。你们不是想要粮食吗？父皇最疼我了，只要我开口，父皇肯定都会答应的。西西，不必勉强。没事，既然七公主想玩，我就陪陪她好了。说吧，你想怎么个比法？有什么彩头？咱们2个同时给阿訇下命令，如果他按你的指令做，就算你赢。那如果你赢了呢？如果我赢了，你们就给本公主的宠物让路。还有他要做本公主的夫君。不行，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云西西直接否决。这是我跟你2人的比试，彩头也应该限于咱们2个之间。如果非要把其他人牵扯进来，那就不比了。七公主被云西西说的面色一顿，哼，冷哼一声又说道：行啊，那就是如果你输了，你就离开他。那也不行，你若非要提这种条件才肯比试，那就算了，我就不信通往皇宫只有这一条路。萧长衡一脸笑意，温声开口道：西西说的没错，我们换一条路走吧。那如果你输了，就当场给我磕3个响头。好，一言为定。西西，王爷放心，七公主好心送咱们大礼，不收多浪费人家一片心意啊。本公主可有话说在前面，跟我比寻相的是她，你们若是要插手影响阿訇的行动，她可就输了。比赛现在开始，阿訇，把这些碍事的人都给我赶到一边去。话音落下，大象立刻朝2支队伍冲了过去。都给本王稳住，不许后撤，不许攻击。有本事你就阻止阿訇，不然你可就要输了哦。记得到时给本公主磕头。公主也太急了些，小可爱，他们是跟我一起的，麻烦你让个路好不好？巨象本来那硕大的身子突然来了个急刹车。阿訇，你等什么？还不快把他们赶走？拜托了，那边有空地，咱们就让他们先过去好吗？巨象低吟一声，居然人性化地点了点头，迈着缓慢的步伐朝旁边的空地走去。臭阿訇，你竟然背叛我，那你认他当主人去吧，我不要你了。好呀，要是你的主人不要你了，你就跟我回梁国吧。
我请皇上封你做守护兽，好吃好喝供着。梁国队伍爆发出阵阵欢呼。咱们王妃太厉害了，这么吓人的巨兽竟然都乖乖的听她的话，这夏景国公主没话说了吧？云西西微笑着看向萧长航，男人周气紫气萦绕，缠着丝丝缕缕黑色的恶气，中间却多了一抹血红。不对，王爷小心！王爷小心！下一瞬，贺先生急速接近，一支利箭直冲他而去。同时，四周突然出现几十个黑衣人，萧长航大作疾呼，一道金色展开利箭，保护王妃！别管我，南征，带人保护好王爷。云西西掐了个诀，一张板单符直直离萧长航飞去，贴在了他的胸口。黑衣人跟梁国护卫战成一团。哪来的贼人，竟然对皇室的访客下手？本公主绝对饶不了他们！阿薨，快过去把坏人赶走！别过来，退到安全处去。同时举刀又将一个刺客砍成两半。突然，一只流矢飞来，直直定在了巨象的额前，箭头没扎进去多少，但却令他受了惊，仰起头疯狂嘶鸣。七公主却猝不及防，被甩得尖叫着滑了下去。如此摔下去，就算不被砍，也难免要骨断筋折。云西西手疾眼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要不你放手吧，不然咱俩都要掉下去了。你想当有史以来头一个被宠物踩成肉饼的公主吗？云西西吃力地把七公主拎了上来，马上又给巨象贴了一张符。她终于身子一僵，整个身子缓缓倾倒下去。西西，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本王马上找大夫来。云西西这才注意到，四周横七竖八全是黑衣刺客和护卫的尸体，打斗已经结束。我好着呢，你有空担心我，还不赶快看看自己哪受伤了？本王没受伤，那都是别人的血。王爷，黑衣刺客掏了一部分，剩下掏不走了，都果断服毒自尽了，没有活口。是什么人刺杀本王？可有线索？王爷，我们在刺客的武器上发现了一些纹样，属下已经问过了，是经过皇室的标记。那些标记确实是皇室没错，但也不能就此认定此事是我国皇室主使啊，说不定是有人故意栽赃。那也可能是你们皇室不那么团结，有人见不得经过跟我大梁结盟。要是真有皇室内部的人竟然做出这种事，本公主一定让父皇好好惩办。你叫西西是吧？结盟的事你别担心，本公主说话算话，一定会让父皇答应你们的要求。那就有劳七公主了。哎呀，跟我你就不用那么见外了，我叫司徒晴岚，你以后跟我的朋友一样喊我晴岚就行了。好啊，晴岚。摄政王殿下，下官已派人将遇刺之事向陛下汇报了，您可以先到鸿胪寺稍作休整，换身衣服再进宫。为何要换？本王就这样进宫。啊，这……由于云西西救了七公主一命，再加上摄政王遇刺，后面的事情出奇顺利。协议签订完成后，国君十分客气地说道：“摄政王和王妃远道而来，明日朕在御花园设宴款待，请两位务必赏光。”国君好意心领了。本王此次行程紧迫，容不得一日耽搁，明日便要启程回去了。国君有些遗憾，但明白对方确实是不能耽搁，便也不多做挽留。第二日，景国果然早早就把粮草都备好，只等梁国摄政王一方确认过后就可启程。司徒晴岚骑着巨象来送行。昨天我来找过你的，可守卫说你路途劳累已经歇下了，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肯定是你家那个王爷使坏，小气巴拉的。你昨天不是还挺相中他，想让他做夫君吗？我正要提醒你这事呢，你这个夫君他也就是脸长得好看一点，你可别被他的外表欺骗了。你没见他昨天砍人的样子有多吓人吗？云西西都不用回头，就感觉到某人的目光都要冷出冰碴了。那个，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出发了。司徒晴岚目送云西西上了马车，依依不舍地挥手作别。梁国帝京，好远哦，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当摄政王的运粮队伍距京城只有150余里时，马车里昏睡了小半天的云西西睁开眼，先让队伍停下。萧长衡不明所以，但看着他凝重的表情，毫不迟疑的下令：停止前进。王爷，若不快些，明日天黑前就到不了帝京城外了。前方有大变数，若继续这样走过去，必有劫难。这么严重？王爷，你信我吗？你想如何？尽管放手去做。先找个隐蔽地点，把所有粮草都卸下去，用砂石树枝替换粮草，再把这些车都装满。南征二话不说，转头就去安排了。这眼看帝京就在前面了，怎么突然要卸粮？王爷可是立了军令状，这些粮食一旦不能在3日后运抵京城，王爷不但要失了兵权，还会被禁足半年。
全都闭嘴！军令如山，哪个再延误命令就军法处置。A few moments later， 王妃已按照恁的吩咐办好了，接下来该如何？请示下。留下一半将士看管卸下来的粮草，已待其余将士押送粮车继续出发。是，王妃。王爷，王妃果真料事如神。我们刚走出去20里，突然出现一伙1000余人的劫匪，将粮车劫走了。我等遵王妃吩咐，只佯装抵抗了一下便撤退，对方并没有死追，有几个兄弟受伤，但全员都撤回来了。干得不错，让大伙好好歇歇，一会儿还有场苦情戏要演哦。萧子睿带着云白莲兴冲冲地来到凤栖宫，云白莲脸上的白纱已经摘掉，一张小脸光滑白嫩，正是前些日子国师出关帮他医好的。母后，好消息！皇儿何事如此高兴？说来听听。摄政王从景国运回的粮草，已尽数被儿臣的人劫回来了。什么？他竟真能按时将粮草运了回来？幸好皇儿你提前做了布置，不然这次怕是真让他得逞了。母后有所不知，此次多亏了白莲提醒，要我提前去拦截摄政王的运粮队伍，还一下就指准了他们会出现的位置，这才能让咱们大获全胜。好，不愧是天凤之命，此次你是头功。云白莲喜上眉梢，心中别提多畅快了。我倒要看看，等摄政王失了势，云西西那个废物还如何得意。对了，我派去的暗哨刚刚还传回消息，摄政王的队伍失了粮草后，竟又往景国的方向去了，怕是还不死心，想要再运一趟粮草呢。难不成他觉得只剩这2天时间，竟还来得及往返一趟景国不成？摄政王向来以大局为重，想来他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此事就算他明知必败，也会优先解决西北军粮草之忧。什么大局为重？不过是收买人心的手段罢了。就算被禁足，以他的城府，再加上他手里那几10万兵将军心，说不定用不了多久就会卷土重来。没错，他定是如此打算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给他这个机会。太子哥哥放心，有白莲在呢，不管他走哪条路线，都一定躲不过去。白莲真是本宫的福星，接下来还是靠你了。运粮期限最后一天，萧子睿胜券在握，早早就来到朝堂上。今日就是摄政王立下军令状运粮回京的最后期限，王爷还一点消息都没有。如果他真的回不来，可该怎么办？见过摄政王，见过王妃。摄政王大人回来了。萧子睿心头一紧，随后又立刻放松下来。想来是他们指派了队伍去景国重新借粮，本人赶回来应付朝堂之事。皇叔远道归来，这一趟定是如约将粮草运回来了吧？真是辛苦皇叔了。太子急什么？马上便有分晓。皇叔说的是，那便拭目以待了。圣上道，摄政王回来了，那粮草的事办得如何了？启禀皇兄，臣弟本已将20万担粮草运抵至地京150里处，却被突然出现的匪徒尽数劫走了。什么？皇帝脸色大变。怎么会这样？运粮车队已经离地京这么近了，居然还能遭遇匪徒劫粮？这些悍匪简直是太嚣张，竟连朝廷军队的粮草也敢劫，这分明是在打朝廷的脸。粮草到底是不是被匪徒劫走了，且先不说，摄政王已立军令状，如今却未能按期将粮草带回，王爷是否该给陛下、给满朝文武一个交代？没错，如今首要之事是摄政王未能完成军令状。此事明明是匪患所致，怎能全怪摄政王？地京皇城100余里竟有山匪如此嚣张，分明是京畿兵马司失职，此事不应摄政王担责。够了，太子对此事有何看法？儿臣以为，既然事先已有军令状，便当按期执行，否则堂堂皇室言而无信，如何向天下交代？臣附议，请陛下即刻下令，让摄政王交出兵符，禁足半年。臣以为不妥，西北军粮本应是户部的职责，怎能出了事就全让他一人承担？更何况如今西北边境蛮族蠢蠢欲动，摄政王乃我大梁战神，若因这区区一件事就收缴兵符还被禁足，万一敌国入侵边境怎么办？粮草都没有，空有战神名号又有何用？继续这样下去，不等蛮族打过来，西北10万大军就只能回撤了。到时候西北30余座城池，全都要任凭蛮族宰割。其上说，
若真到了这个地步，你能负责吗？俺是个粗人，俺就觉得谁想要对王爷追责，先能解决了粮草的问题再说，不然凭什么你们啥也不做，反倒要指责做事的人？诸位说的有道理，本宫也正要说这件事呢。父皇可还记得当日儿臣提议筹款向江南2州富商购粮一事？皇上点点头。此事在场朝臣也都清楚，毕竟因为国库空虚，没钱买军粮，结果在父皇的号召下，连后宫都捐了银子买粮，大家或多或少都出了银子。萧子睿看了一眼毫无表情的摄政王和他身旁一直沉默的云西西，暗暗得意地勾起了唇。父皇恕罪，儿臣因担心摄政王无法完成调粮的任务，擅作主张，将购买5万担粮食改成了20万担。当真？若真有20万担粮食，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粮食现已运到大殿外，父皇随时可去查验。只是原本募捐到的银钱购买5万担粮食，但买这20万担便不够了，还有10万两的赊账。西北军粮10万火急，你做得对。你店的银子还有欠账都记在户部账上。户部哪来的银子？怕不是又要号召百官捐款了？父皇难道忘了，摄政王妃当初许诺过，只要儿臣把粮食买回来，他就会支付所有的购粮款。确有此事，摄政王妃，你当日说的话可还作数？相信以摄政王妃的身份，定不会出尔反尔吧？不然让天下人知道了，岂不是连累皇室都被嘲笑？太子不必激我，我既然说了，就一定做到。王妃大意，但军力壮不是儿戏，相信王妃也不会拿银子来要挟皇上，不追究摄政王失职之罪的吧？云西西冷笑，哼，这事既要我出钱，又要夺摄政王的权，算盘打得可真响啊！眼看两派人又吵起来，皇上皱着眉冷声道：“够了，全都住口！皇帝啊，朕知你一路辛劳不容易，但毕竟你立过军令状，朕也不能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掩耳无信。”皇上且慢，王爷立的军令状上，今日是最后期限，也就是说，只要今天没过去，就不算超期。确实是这个理。就算拖到明天，又有什么意义？难不成他还能凭空变出粮食？那就不劳太子费心了。我倒是有另一件事要确认一下。陛下，今年两江水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太子却说他从富商手里买来了足20万担粮食，恕我实在是无法相信呢。摄政王妃这是眼红本太子立了大功吗？外面那20万担粮实实在在的摆在那里，由不得你不信。陛下，我怀疑太子那20万担粮食有问题，想让我出银子买粮可以，但我绝不当冤大头，必须得亲眼看见粮食没问题才行。萧子睿巴不得当场打他和摄政王的脸。父皇，摄政王妃想验看随时都可以，但是验过之后，还请父皇作证，让摄政王妃当场向儿臣道歉。太子大可不必拿皇上压人，若那20万担粮真的没有问题，本王妃马上给你道歉，又有何难？既然如此，众卿随朕一起去外面看看。